师父从凡间带回一个小师妹，她天赋绝佳，修炼刻苦，很快成为我们这个摆烂宗门里最争气的弟子。师父为了她，心脉受损，他却为救剑宗那位心上人，偷走师父的救命药。他站在山巅，毫无愧疚，大师姐，大道无情，若就是原罪。我跟你们这群无所事事的废物不一样，我要成仙。去剑宗清理门户那日，我从院里的石磨下刨出一把生了锈的剑，痴迷打铁的二师妹从犄角旮旯里翻出落了灰的白玉琵琶，一心种花的三师弟从乌漆嘛黑的花肥里扒拉出一枚白骨哨。一路上，所有人都在问我，为一个破落宗门里修为平平的老头，与天下第一大宗为敌，至于吗？至于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师父死的那天，宗门里冷冷清清，身边只有我们3个徒弟和一头陪伴他多年的青驴。落霞宗是个破落的宗门，在实力未尊的修仙界根本排不上名号。师父的死就像一粒小石子投进大海，涟漪尚未荡开就没了声息。我用平日里给松菜松土的锄头，在菜园里挖了个四四方方的坑，将老头子前襟上的血擦干净，摆了个双手交叠的姿势埋了进去。爱打铁的二师妹忙了一天一夜，筑了一对丑丑的铁狮子镇在坟头，说是怕他在地下嘴碎唠叨，容易犯众怒挨打，搞一对神兽为他保驾护航。惜花如命的小师弟拿着剪刀在花田里转了好久，反复比较，才勉强选出各色花中开得最盛的那一只，食指灵巧地翻飞，编了个5色花环，歪歪地挂在师父简陋的墓碑上，默默打量了半天，吐出3个字：投胎。没，一如既往的惜字如金。陪了他大半辈子的青驴在一旁嗯昂地叫。我拍拍手上的泥土，踢了踢坟头，你听，驴都在骂你蠢，捡什么不好，偏捡个白眼狼，还掏心掏肺的对人好，下辈子可长点心吧。青驴还在嗯昂地叫。3个人6只眼睛同时转向他。二师妹吸了吸口水，宰了，正好赶上晚膳。青驴神情惊恐，昂叫得更急，蹄子不停后撂。算了，这驴辈分比咱都大，老头平时拿他当亲儿子，要是宰了，非得夜夜入梦念死我们不可。那还是算了。青驴侥幸逃过一命，被托付给隔壁白云山的邱道长。邱道长是老头子的骑友，当初落霞宗出事的消息还是他悄悄传讯给我们的。他拍了拍驴头，有些伤感，问我们今后有何打算。我看了看空空如也的手掌，扯了扯嘴角，没什么打算，不过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邱道长大惊失色，小心地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压低声音道：那可是剑宗，9州第一大宗门，高手如云。我得到消息，你师妹献宝有功，及时救下剑宗最看重的那位天才弟子谢长庚，被剑宗宗主收为亲传弟子。不但如此，听说你师妹依照门规去剑池求剑时，居然引得万剑齐鸣。你可知道，500年来，除了谢长庚和那位已经身故的剑宗大师姐，再没有旁人能引发如此异动了。听老道一句劝，你师妹如今今非昔比，剑宗那群疯子又最是护短，你们几个小鬼去找他报仇，就是与整个剑宗为敌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，白白断送落霞宗的传承？
我拍了拍邱道长的肩膀，在他惊愕的眼神中竖起3根手指，道长，你说错了3件事。第一，从事师道宝那刻起，江离便不再是我落霞宗弟子，更不配做我师妹。第二，那位剑宗大师姐引发的，不是万剑齐鸣，而是万剑俯首。第三，我不是小鬼，论起年纪，我不介意你叫我一声太奶奶。第二日，天蒙蒙亮，我披衣起床，从平日里磨黄豆的石碾子下刨出一把生了锈的断剑。我有些怀念地摸了摸剑柄，上面弦霜2字已经有些模糊不清。从被老头捡回落霞宗的那日起，这把自幼伴在我身边的剑就被埋在这里，宛如一块凡铁，风吹日晒，雨打土石，偶尔还被淋上几滴石磨豆浆，与他从前受焚香祭祷、万众瞩目的待遇天差地别。天边红日喷薄欲出，我握紧剑柄，将兰花小包袱甩到背上，匆匆赶往山门。时间不早了，再有1刻钟，二师妹就要爬起来点燃风炉叮当打铁，三师弟也要扛着镢头给花松土了。我不擅长道别，还是不打照面为好。山门在望，晨雾里隐约现出2个模糊的人影。我脚步一独，二师妹坐在石狮子的背上，百无聊赖地晃着脚丫。打铁炉旁常年灰扑扑的粗麻衣，如今换成一袭妖娆的红纱，红衣乌发，足系金铃，怀里抱着一把白玉琵琶，凤尾头嫣红如血。三师弟倒还是寻常模样，青衣木簪，背以石柱，只不过骨节分明的手上缠着极细的银链，尾端挂着一只光洁如玉的白骨哨，不知站了多久，头发上还沾着沉实的露珠。见到我时，不满地蹦出一个字：晚。我抬了抬下巴，江离如今有剑宗护着，那可是9州第1大宗门。二师妹美目流冕，隐约可见当年颠倒众生的合欢宗妖女模样。剑宗又如何？老娘当年叛出师门，遭6道围剿，也没怕过。三师弟言简意赅，速回。浇花。落霞宗很穷，穷到整个宗门都凑不出一个能御空飞行的法器。我剑末断的时候，一个昼夜能从9州南飞到9州北。我从前出行，哪用得着自己操心？香车銮驾都是别人抢着操办。我和二师妹苦着一张脸，看向最后的希望。三师弟面无表情地比划了一下白骨哨的长度，得，还没我小指长，别提脚了，手都放不上去。好在运气没有坏到家。末几日，一个齐闭眼酸泥瘦的蓬莱派弟子从我们头顶踏云而过，被二师妹一记琵琶凌空击落。对方也是去剑宗的，只不过不是去梯山，而是去参加谢长庚与江离的双修大典。江离气运惊人，在剑池得到5大神剑之一的回血认主，如今已是前途不可限量的回血剑主。流风、回血本是一对雌雄剑，200年前，流风剑被谢长庚从剑池拔出，他晋升流风剑主。如今回血剑出世，2位剑主结成道侣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何况江离早就对谢长庚心仪已久，不然也不会为了救他，偷走师傅用来救命的2图花。江离是师傅从凡间带回来的，当时人间饥荒与瘟疫并行，生灵涂炭，恶殍遍野。师傅骑着青驴在外游历，恰巧撞见他被一群人绑住手脚，正要下到煮沸的锅里。师傅用1袋小米救下他，把他带回落霞山，收作最小的弟子。江离天赋很高，修炼也刻苦，昼夜不歇，进境1日千里。他就像一块干了很久的海绵，拼命汲取宗门资源和师傅的关注。上等功法、灵兽灵植、丹药法宝，他从来都是第一个挑。后来他不理会师傅的再三劝阻，
私下强行破镜，结果丹田受损，再也无法汇聚灵气，而无法聚气，对修士而言，意味着仙途断绝。他这才知道后悔，哭着求师父救他，说日后必会承担起振兴宗门的重任。师父一向心软，又念及他身世可怜，于是独闯麒麟洞，冒死抢回一株归元草。江离因祸得福，不仅修复了丹田，而且成功进境。可师父却伤了心脉，修为大跌，每日卡血不止，本就不多的寿元更是岌岌可危。我找江离讨要血魄丹，那是多年前闯虚空秘境时三师弟寻到的，本想献给师父，却被江离以自小心脉不全为由，强行讨要了去。当时大家一笑置之，谁也没计较。血魄丹虽然珍贵，但比这更珍贵的东西，我们也不是没献过。他想要，给了便是。可如今不一样，血魄丹能修复心脉，虽然不能根治师父的伤，却可以为我腾出更多时间，去各大秘境搜罗有用的灵丹灵草。我没料到江离不肯给，他说他早在数年前已经服用了，可他不知道，血魄丹服用后3个月，身体一香不散，而今他的身体正散发着血魄丹特有的香气，香味之馥郁，分明是刚刚服下去的。血魄丹唯一的作用，便是疗愈心脉，它无伤无痛，服用下去也毫无用处，纯粹是浪费丹药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也宁愿自己吃了。二师妹当场大怒，提着打铁的重锤，就要砸扁他的脸。江离长袖伸展，一个旋身，轻飘飘落在花树上，一袭白衣胜雪，3000青丝如瀑。清冷的月光下，他足踏花枝，眉眼潋滟。师父是为我取回了归元草，可他也并非纯然心善，而是指望我振兴宗门，了却他的夙愿。大家各取所需，两不相欠。我为何要让出血魄丹？师姐如此生气，是嫉妒师父更看重我吗？怪只怪你们身为师兄师姐，却沉迷人间俗物，打铁种花，不思进取，以至于修为多年没有进境，白白浪费宗门资源。我没时间跟他争执，因为师父的卡血更严重了。三师弟面色严肃，这样下去，师父只有77之数。老头闻言浑不在意，说知道提起宗门重任，我们一个个都躲得干净。好在小徒弟勤奋上进，一心修炼，落霞宗交到他手里，必然会发扬光大。他也算对得起师父所托，从此以后，终于可以卸下肩上重担。他抹干胡子上的血，咂巴着嘴说晚上想吃红烧鸡。我心不在焉地掂着铁锅，看着袅袅升腾的炊烟，忽然想起魔渊深处翻滚的黑色雾气。那时我躺在崖底，丹田破碎，识海干涸，全身筋骨尽断，只能听着魔魂的咆哮，静静等死。黑色的雾气吞噬了眼前的一切，却盖不住两图花金灿灿的宝光。花开并蒂，一白一黑，根茎未银，枝叶未金。我不会认错，那的确是两图花，传说中的疗伤圣药。我费力地伸长脖子，缓缓咬掉花瓣、花叶、根茎，连溅在地上的枝叶都舔得干干净净。我想活，哪怕只有一丝希望。两图花修复了我的丹田识海，重塑了我的筋骨，直到感受到真元在丹田内游走，那一刻我才敢相信，我是真的活过来了。是两图花救了我。我吃了一朵，可我记得那里还有一朵。我扔下做了一半的红烧鸡，连灶火都忘了熄。从落霞宗到魔渊，路途遥遥，魔渊崖底，波谲云诡，什么突发状况都有可能。师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，我必须速去速回。
可失去了弦双剑，我一个人到不了崖底。二师妹丢下铁锤，三师弟放下花锄，落霞山上炉火未熄，花田半垦。那天，火烧云在天边一径铺开，点燃了半边清明的天色。梨花树下的老青驴，嗯昂地叫着，目送我们远行。师傅的院落和院落里的师傅，在绯色的霞光里渐行渐远。不知道晚饭有没有等到红烧鸡，小老头会不会气得跳脚？魔渊的雾气比我当年躺在崖底时蔓延得更广，这意味着封印松动，魔域又拓展了。我们九死一生，终于采到了剩下那朵两图花。赶回落霞山的时候，距离49日之期仅剩1日。师傅瘦了一大圈，眼窝深深凹陷下去。他资质平平，修为不高，在心脉受创的情况下能熬到今日，已然是奇迹。我强打精神，将两图花塞到他手里，触之即离，不敢多碰他的身体。深入魔渊腹地，总要付出代价。为了及时赶回，我们3个顾不得疗伤，风雨兼程，一路疾驰。如今悬着的一颗心缓缓坠地，身上被强行压制的魔气开始蠢蠢欲动，妄图侵蚀丹田。九州大陆内，便是号称当世第1人的剑宗宗主，也不敢小瞧魔渊的威力。当务之急是寻个安静的地方拔除魔气，否则会有性命之忧。我带上师弟师妹，蹑手蹑脚地合上房门。透过渐渐收拢的门缝，我看到老头轻挥着一张脸，睡得并不安详，眉头微微蹙着，像是为没吃到红烧鸡而不满。他蓝色的背角下探出一抹金色，那是两图花的叶子，生机勃勃，满载希望。有了它，老头会活很久很久。我笑了笑，师傅，不要气了，等我回来，你想吃什么都可以。我用了7日7夜，助二师妹和三师弟驱除体内的魔气。9周之内，莫人比我更有经验。毕竟，我从小就被训练与魔域打交道，师弟师妹无恙。我如释重负，随手一弹指，打开邱道长发来的传音符。不知是不是老头子等久了，自己拉不下脸，催好友来喊我们回家。邱道长的声音像是浮在一团迷雾里，影影绰绰，让人困惑。明明每个字都很清楚，连在一起，却叫人想不明白什么意思。什么叫师傅死了？师傅有两图花，怎么会死呢？邱道长说，师妹抢走了两图花，去了剑宗，刚好救下走火入魔的谢长庚。我后知后觉地想起很多年前的一次九州宗门大比上，他挤在人群里，望着台上的流风剑，眼神瞬间亮起。那时我就该意识到，他对谢长庚一见倾心。如今他为他是师道宝，探出落霞宗，另投入剑宗门下，既实现了变强的野望，又成全了自己年少时的爱慕。师父一条命，换来他的两全其美。可老头子有什么错呢？凭什么为他将离的愿望牺牲？我还欠他一顿红烧鸡呢。他念了那抹酒，我们之间最后一场对话发生在我去魔渊之前。那个时候，他胡乱抹了抹胡子上的血，咂巴着嘴，大徒弟，今晚我想吃红烧鸡。真是的，当初怎么就那么急着去魔渊，没把那半锅鸡做完呢？闭眼酸泥兽在剑宗山门前停下，玉阶之上设有净空法阵，化神修为之下，无论是谁都得乖乖步行登上这999级玉阶。这是剑宗作为九州第一宗门的牌面。蓬莱派的弟子连滚带爬地跑上玉阶，连自己的灵兽都不要了。我拍拍酸泥兽的头，小家伙，跑远点，待会儿别伤着你。酸泥兽歪头眨了眨一双闭眼，四蹄腾空，撂开蹄子跑远了。
一道钟声响起，苍茫浑厚，仿佛来自亘古洪荒。那是宗门至宝混沌中的声音，只在重大祭典上才会使用，比如100年前我只身前去封印魔渊之时，又比如当下谢长庚和江离的双修大典，东皇派的金色凤凰驾车，启云宗的青红鸾鸟开路。江离一身剑宗紫衣，手持回血剑，端坐车内。今日不只是他与谢长庚的双修大典，还是他作为回血剑主，在各大宗门前的首次亮相。剑持名剑万千，能称为神剑的只有寥寥5把。神剑有魂，自行则主，被剑魂选中之人，被尊为剑主。细数神剑的历任主人，无不是精才绝艳之辈。要魔开宗立派，叱咤一方；要魔踏破虚空，飞升上界。回血剑沉寂已久，上次出世还要追溯到3000年前的素玄真人，那可是近1000年来最接近飞升境界的大能，比上一任的流风剑主修为还要高。因此对江离这位新晋的回血剑主，各大宗门给足了尊重和体面。谁不敬服强者呢？哪怕这个强者还没有成长起来。我冷笑一声，回血剑在手，又如何？长的成才是回血剑主，叱咤9州风云，所到之处皆俯首贴耳。长不成便是路渡凡胎，纵有泼天气运，终究难成神剑之威。别的剑主我不管，江离这个回血剑主，我必要他胎死腹中。9声混沌钟鸣，余韵未过，一阵铿锵的琵琶争鸣直冲云霄。金色凤凰鸾架忽然歪了歪，青红鸾鸟冲进观礼人群，醉了酒似的左突右冲。一片混乱中，金翅凤凰从空中一头栽下，8宝香鱼车带着江离径直坠向地面。他一声惊叫，想御剑逃出，却忘记剑宗今日未在其他宗门前扬威，特意打开浮空禁制。他修为未到化神，即使回血剑在手，也无法御剑飞行，只能跳车而出，狼狈地在地上滚出几圈，衣衫凌乱，鬓发半歪，精心装点的满头珠翠散落了一地，被慌乱奔跑的人群胡乱踩踏。大胆！何人敢在我剑宗门前放肆？不愧是9州大陆第一人！单是一声怒喝，就让人真气翻涌。匆忙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弯了弯唇角，记起手中残剑，狠狠一劈，凛冽的寒光一闪，伴随着咔嚓一声，千万年来象征剑宗脸面的宗门石碑，在所有人震惊的眼神中裂成2半，上半截沿着切口缓缓滑落，在临界点轰然倒塌，溅起一地尘土。我捂住鼻子，一脚踩上石碑，踩上这9州第一宗门的金贵脸面。为首之人一声暴喝，携9天雷霆之怒，找死！我转过身，目光从容地扫过在场众人，人群渐渐起了骚动。是我看错了吗？这不是弦霜剑主吗？怎么可能？弦霜剑主为了天下大义，100年前便已经陨身魔渊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不会是来抢婚的吧？可别忘了，弦霜剑主赴魔渊前与流风剑主有道侣之约，后来他陨身的消息传来，流风剑主失魂落魄，颓废数十年呢。不可能是弦霜剑主，你们瞧他手里的剑，不是弦霜，是把生了锈的普通断剑呢。可没道理啊，普通的剑能劈开剑宗的宗门石碑吗？谢长庚对周遭的声音恍若未闻，怔怔地看着我，一步步走下御阶，语调喃喃，大师姐。我目光从他脸上扫过，没有停留，而是径直越过他的肩膀，聚焦在为首之人铁青的面容上，扬眉一笑，父亲大人，好久不见。9州大陆第一人，剑宗宗主陆明昭，是我的父亲。100年后第一次相见，没有热泪盈眶，
也没有嘘寒问暖。他指着我脚下的宗门石碑，眸光凛冽锋锐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疯了不成？我故意抬脚踩了踩，露出满意的神色。听闻剑宗新得了一位剑主，大办喜事，春风得意。偏我落霞宗最近出了个孽徒，弑师夺宝，满门沮丧。贵宗大喜，我宗大悲，对比分明。我心眼小，心里头不痛快。恰巧我师父前几日下葬，坟前上缺一块上好的石碑。我看剑宗宗门这块守山石就不错，雨打风吹，千年不倒，为我师父守墓勉强够格，只是稍微大了些，我只好自己动手。父亲咬牙切齿，孽障，找死！我举起手中残剑，对准他身后神情精正的江离，吊儿郎当的笑道：确实找死！我与师弟师妹千里赴剑宗，找的就是江离之死。弦霜虽断，剑气犹存。寒锐的剑气锁定之下，江离全身发颤，脸色白得像雪，手中的回血剑几乎握不住。我嗤笑一声，身为回血剑主，却连我弦霜断剑之威都抵挡不住。回血剑落在你手里，当真是明珠蒙尘。江离又羞又恼，一咬牙，双手握住回血剑，抵在身前。只是神剑认主，不代表就可以与他心意相通。未经历漫长的磨合期，就妄想控御神剑，只会遭到剑魂的抵触。果不其然，回血剑在江离手中极不配合，逼得他左支右绌，险些划伤自己。我瞅准时机，一记残剑挥过去，关键时刻却被流风剑挡住。流风剑刃与弦霜残刃相互碰撞，发出尖锐的爆鸣。我咬紧牙关，让开。谢长庚紫衣玉带，牢牢挡在江离的身前，双唇抿紧，眼睛却不敢看我。大师姐，收手吧，弦霜已断，如今你并非我的对手。想当初，谢长庚还是我领着入门的，一身剑法修为都由我传授。后来即便他得到流风认主，每次切磋也被我用弦霜压制得死死的。如今剑刃交接间，残剑在流风剑的步步紧逼下，发出不堪重负的嗡鸣。谢长庚眼中闪过一丝不忍，大师姐，不要再倔了，满门弟子都在，我不想让你难堪。我心头火起，明明江离就在身前1尺之遥，伸手就能宰了，偏偏中间杀出个谢长庚。偏偏他说的没错，凭借手里的残剑，我确实打不过有流风剑加持的谢长庚。然而也不是没有办法，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，一寸短一寸险，端看有多豁得出去了。我突然撤力，放弃抗衡迎面刺来的流风剑，手中残剑朝着江离心口狠狠掷去，拼着一条胳膊不要，今日也要将这欺师灭祖的孽徒斩于剑下。谢长庚大惊失色，手中剑刃一偏，我左臂一阵剧痛。与此同时，眼前幽蓝的剑光一闪，是父亲的地白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弦霜残剑被地白剑击飞，险之又险地擦着江离的脸，当啷落地。尽管如此，弦霜寒冽的剑气还是在他左颊上留下一道又细又长的伤口。江离还莫从方才的惊魂中缓过神来，眼神有些呆滞，嫣红的血顺着他苍白的脸流下来，弄脏了身上绣有回血剑纹饰的剑宗紫衣。我捂着鲜血淋漓的左臂，痛快的大笑，用我手臂一点小伤，换回血剑主一张脸。弦霜剑造成的伤口，出了名的难愈合，表面细细一条，实则入肉很深。由于剑气残存，就算愈合也难免留下疤痕。江离平日自负容颜清冷绝尘，如今一听，顿时急怒攻心，晕了过去。陆明昭脸色如黑云压城，他向来把颜面看得比什么都重，本想借着流风
回学2位神剑剑主的双修大典，在9州各大宗门前炫耀剑宗的实力，没想到却被我搅得天翻地覆，连宗门前的守山石碑都模糊住。剑使何在？给我把这个孽障送进刑律堂，听候发落。剑宗有12剑使，隶属刑律堂，专门负责抓捕那些触犯门规后外逃的不孝弟子。剑使常年黑袍披身，脸戴面具，除了宗主和戒律堂主，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，只知道他们修为高深，出手狠辣，手上沾过不少弟子的血。从前我做贤双剑主时，与他们打过一回交道，他们似乎修炼过什么秘法，不知道疼，也不知道怕，动起手来十分难缠。我五指微张，将方才被地白剑击飞的残剑召回来，紧紧攥在手中。贤双在手，我还没怕过什么。12剑使缓缓朝我走近，包围圈逐渐缩小，身后有极轻微的破空声传来，是背后一位剑使按捺不住，率先提剑向我刺来。我不敢小觑，手握残剑正准备迎上，忽然一阵尖利高亢的哨声响起，声彻九霄。与此同时，12剑使忽然双手抱头，捂住耳朵，痛苦地歪倒在地。哨声一波高过一波，12剑使的四肢发出令人牙酸的咔嚓声，以一种极为扭曲的姿势向后翻转，面具下透出支离破碎的呻吟声。高亢的哨声还在继续，一声琵琶弦动，余韵悠长。二师妹乌发红衣，眼波流转，陆宗主可别忘了，大师姐可不是一个人来的。陆明招扫了眼地上四肢尽折的剑士，脸色阴得能拧出水，手中地白剑锵啷一声，幽蓝锋刃直指全神贯注吹动白骨哨的三师弟。二师妹笑容微冷，手下琵琶声更急，如狂风骤雨，急浪拍打小船。人群忽然一阵骚动，不少年轻弟子嘴角渗血，陆续有人倒下，那是丹田内真气激荡无法承受的表现。我迈过满地呻吟的剑士，手握残剑，挡在二师妹和三师弟面前。父亲眼中卷起风暴，风雨欲来。从前我最怕他这副模样，可如今，我抬起下巴，毫不示弱，目光针锋相对，脚下寸步不让。形势一触即发之际，天边传来一声嘹亮的佛号，周围人长舒一口气，一脸见到救星的表情。是万佛宗的无量大师来了。在无量大师的调解下，双方暂时停手，我们住进坐望峰，等着大师口中的交代。坐望峰是我从前住处，我陨身魔渊后，这里便空了下来。本以为时隔100年，院落早已荒芜，没想到一草一木都与当日离开时无异，连池子里的鲤鱼也还活着。夜里，谢长庚来找我，递给我一个青色的药瓶，他是流风剑主，有了他特制的伤药，伤口也会好得快些，我不会跟自己过不去。他随手撒了一把鱼食，池子里的鱼争相游过来，很熟稔的模样。这些年，是你在帮我喂鱼？不过是几条人间小溪里随手捞起的小鱼，怎么会活到现在？帮了灵寿宗一点小忙，换了些九叶青露。我一怔，九叶青露是灵寿宗至宝，专门用来帮助高阶灵兽妖兽化形的。这任灵寿宗宗主性情吝啬，如今肯大方地给出，只怕谢长庚口中的帮忙不是什么小事。何必呢？不过几条凡鱼，寿数早该尽了。他手中动作顿了顿，因为大师姐喜欢。夜风渐起，松涛阵阵，如碧波万顷。谢长庚放下手中的鱼食，在我面前站定，紫色的抹额下，目光清亮如水，一如当年默默跟在我身后，随我学剑的模样。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册子，大师姐，对不住，
我事先并不知道赵宗主救过你，听闻他的夙愿是振兴宗门，这是我多年练剑心得，聊作补偿。落霞宗有大师姐，我本不该班门弄斧，可单就指点普通弟子的修行而言，大师姐不如我。大师姐，你站得太高了，普通弟子只能仰望，没办法从你身上学到什么。你幼年去剑池求剑，便引得万剑俯首，后来又得神剑贤双刃主，数月内便与剑魂融合，天赋之强横，放眼九州，再无其二。可我不同，我从外门弟子一路苦修走到今日，磕磕绊绊趟过不少弯路，教训比经验多，有这本心得在，我敢放言，100年之内，落霞宗必然崛起。赵宗主也算得偿所愿。大道之行，许多人都是自行摸爬滚打，若能得到高人前辈指点，修行起来自然事半功倍。谢长庚身为流峰剑主，见到顶尖的人物，他的心得对于吸纳弟子入落霞宗的确大有注意。我随手翻了翻，确实很用心，可惜我不稀罕。我将小册子丢回到他怀里。谢长庚，落霞宗的崛起有我和师弟师妹，就不劳你操心了。大师姐，我是好意。好意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靠你谢长庚的名头吸引弟子，壮大起来的宗门，究竟是落霞宗，还是第二个剑宗？还有，不要因为看见天赋就随便抹杀别人的努力。你怎么知道只有你在苦修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吃过苦头，走过弯路？大道修行，如果仅凭天赋就能决定谁走得远，那我父亲当年如何凭借一把籍籍无名的地白剑，击败手持神剑的卧蓝剑主，登上宗主之位？另外，你谢长庚自称普通弟子，未免太过妄自菲薄。你虽是外门弟子出身，可不到1年便因天赋惊人，直接绕过7重内门考核，被我父亲收作亲传弟子。哪个普通弟子能做到你这样？哪个普通弟子能享受到你所拥有的资源？怎么，在比你有天赋的人面前谈努力，在比你更努力的人面前谈天赋？这就是你流峰剑主的做派吗？多年未现，不成想你竟变得如此傲慢。再说，你怎么知道我教不好普通弟子？我既然能教出一个你，自然能教出第2个、第3个。你方才说的一大串话里，我只有一句听得顺耳，那便是落霞宗100年内必然崛起。不但如此，我还要让他取剑宗而代之。谢长庚的脸上闪过一丝怒意。剑宗弟子，个个将宗门荣辱看得比性命还重，若不是念在从前的情分上，只怕他早就拔出手中的流锋剑了。大师姐的口气未免太过猖狂。剑宗傲立9州数万年，历来为宗门之首。落霞宗犄角小派，蜗居一隅。剑宗不过几十年，赵青松资质平庸，放在剑宗连外门弟子的门槛都够不上。这且不说，单说落霞宗的弟子，连大师姐算在内，不过也才3个。一个宗门，没有底蕴，没有宗主，甚至连弟子都没有。如此情形，100年内崛起尚且艰难，还妄想将剑宗取而代之，简直痴人说梦。莫说如今弦霜已断，便是大师姐全盛时期，也断无可能。我一番好意，大师姐不想接受，作罢便是，大可不必如此羞辱剑宗。3日后，12峰峰主齐聚鼎剑阁，在无量大师的游说下，剑宗决定让出一条灵脉给落霞宗。灵脉对一个宗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那意味着充沛的灵气、无尽的灵石，以及伴灵气而生的诸多灵植灵宝。9州大陆49条灵脉，剑宗独占27。尽管让出的是最小的那条鸡尾山灵脉，对于落霞宗这样资源匮乏、宗门内灵气稀薄的小宗门而言，
已经是绰绰有余。我拒绝了。福玉峰主脾气火爆，当场发作，哼，小小一个落霞宗，胃口倒不小，莫不是瞧不上鸡尾山，想要天娱、凤鸣2条主灵脉？我冷笑，便是你们将27条灵脉双手奉上，也不够换我师父一条命。荒唐！一直隐忍不发的剑宗宗主忽地拍案而起，赵青松算你哪门子的师父？你生于剑宗，长于剑宗，一身剑法由我亲自传授，连手中闲双剑都是剑池里得来。为了一个资质平庸、修为稀烂的老头子，你先缴双修大典，后批宗门石碑，再毁江离颜面，还嫌不够吗？我们已经退步至此，你还要胡搅蛮缠到什么时候？当真要为一个赵青松把剑宗翻过来不成？我神色岿然，便是翻过来又如何？孽障！早知你这般无理取闹，搅得天翻地覆不得安宁，还不如当初死在魔渊，全了剑宗的体面。我扯了扯嘴角，面色冷然，父亲自然是巴不得我死，可惜我命硬得很。说起来，父亲应该很恨师父多管闲事吧，毕竟若不是他，我也不会活着走出魔渊，更不会今天站在这里，扫了父亲最看重的剑宗颜面。父亲的瞳孔猛地一缩，12峰主面面相觑。谢长庚拧起眉头，大师姐慎言。父亲紧盯着我，手有意无意地落在地白剑的剑柄上，明明知道弦双剑已断，我境界大跌，他对我仍是心存忌惮。修剑之人对强者的崇拜远超其他宗门，剑宗历任宗主都是门内实力最强者。当年父亲以一柄地白剑击败神剑传人，坐上宗主之位，半生引以为傲，自觉所谓剑主不过如此。直到后来我横空出世，一柄弦双剑震慑九州，父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。最后一次切磋还是我未入元婴之时，那时父亲已经是元婴后期，心情颇好的与我切磋。那场对战酣畅淋漓，我一时忘形，用剑划破了父亲的衣袖，紫玉缠金的掌门令牌掉在地上，父亲脸上的笑容如风流云散，一瞬间消失无踪。那个时候我年纪还轻，只以为自己行为鲁莽，惹了父亲不开心。后来躺在魔渊崖底，盯着翻滚咆哮的浓雾，才想明白何谓权欲熏心。其实父亲不必担心，我并没有他对我下手的证据。他做事那样谨慎，特地换下地白剑，还扮成剑使模样，在我力竭之时从旁偷袭，干脆利落，一击即中。他做的天衣无缝，唯独算漏了我对他背影的熟悉。毕竟那道身影，我曾仰望了数百年。我花了10年时间，从崖底爬上来，才知道时移世易，日月轮转。距离我镇压魔渊，已经过去50年。那夜崖风烈烈，满天星斗倒悬，无边夜色下，我满心彷徨，无意识地抱紧双膝。天地之大，竟无一处是我归乡。身后有哒哒声响起，一个灰袍圆脸的老头倒骑着青驴，攥着酒葫芦，面色酡红。看见我时，眼睛一亮，急忙将酒葫芦藏到身后，轻咳一声，努力想装出仙风道骨的模样，却被胡子上挂着的糕点泄出脉。小姑娘，我看你天赋绝伦，骨骼清奇，是个修道的好苗子。嗨嗨，老夫乃九州第一大宗门落霞宗的宗主，有意送你一段仙缘，收你做弟子，你可愿意？怕我不答应，特意补充一句，来了你就是开山大弟子，其他人都得排你后面，威风得很。我听到自己说好，父亲恼羞成怒，脸色铁青，胡言乱语，不知所谓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读，我欠父亲和剑宗的，已经在镇压魔渊时拿命抵了。父亲和剑宗欠师傅的，打算如何悬？
戚无风主笑着出来打圆场，她是12封中唯一的女性，也是我母亲生前的好友，自小看着我长大，我一直唤她姑姑。宗主息怒，我是看着扶摇长大的，他从前最是敬爱你这当父亲的，这几日行为反常，言语无状，不过是受过赵宗主的救命之恩，太过痛惜他的陨落。此事确实是我们有欠考量，原以为赵宗主只是舍身救下长庚，没想到还救了扶摇。既是如此，便由我做主，再加一条灵脉，便将白鹿山那条也给了落霞宗吧。有了这2条灵脉，落霞宗发展成一个中等宗门不成问题。我嗤笑一声，舍身救下谢长庚。我头一次知道，强取豪夺原来还能解释为主动舍身。戚无风主长叹一声，扶摇，我知道你重情重义，可是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两图花只有1株，却有2个人等着用，一个是前途无量的流峰剑主，一个是寿元将近的平庸之辈，孰轻孰重？我挺直脊背，望进他的眼底，满眼失望。我只问一句，那株2图花原本是谁的东西？他蹙了蹙眉，不说话了。即便原本是师父的东西又怎样？修行本就是逆天而行，机缘法宝全凭本事。2图花既然落到我手上，便是我的机缘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江离眼神轻蔑，大师姐，你明明天赋卓绝，却自甘堕落，不思大道飞升，反而沉溺人间俗事，陪着一个老头子扮演过家家，这般浪费天赋实在让我瞧不起。枉我仰慕贤双剑主事迹多年，一直以你为榜样。我握紧手中剑，江离，师父是为了救你才性命垂危，你却为了别人抢走他的救命药，心中就没有半点愧疚。江离语气冷漠，他不会白救的。我答应过他会振兴宗门，待我日后掌握了回血剑，自然会照拂落霞宗。我答应他的事，自会做到。我为何要愧疚？而且但凡那一日你和师兄师姐有一位在他身边，我都不会有机会拿到2图花。只能说一切都是天意，天意眷我，你能奈我何？大师姐，我奉劝你冷静想一想，论及对9州的价值，千百个赵青松能比得上一个谢长庚吗？我只是做了对大家最好的选择。他目光扫过来，神情写满理直气壮。我心头火起，弦双残剑闪电般冲向他，锋锐的剑芒直射他面门。扶玉风主冷哼一声，雷霆剑出鞘，将残剑震歪，一缕断口齐整的断发从他鬓角悠悠落下。江离咬紧牙关，极力克制住身体的颤抖，眼中闪过一丝惊惧。我冷笑一声，我的价值胜过你，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左右你的生死？江离面色屈辱，然而目光下滑，落在我手中残剑上时，忽地嗤笑一声，若大师姐还是曾经横扫9州的贤双剑主，我一个无名之辈自然无力对抗。可惜贤双已断，如今我才是剑主，论价值，我比大师姐重要得多。剑拔弩张之际，昆无风主忽然眉头一皱，一道剑罡甩向门口，何方鼠辈？阁门瞬间分崩离析，木屑四溅，一道吃痛的哀忧声传来。在场众人无不皱眉，是向来声誉不佳的五行宗宗主道元子。道元子从地上爬起来，尴尬地拍了拍屁股的尘土，满脸堆笑，误会，误会，并非老道偷听，实在是这件事与我五行宗有关，诸位有所不知。那赵青松算是我五行宗的外门弟子，他的事自然是我五行宗的事。他左手拽过一个醉醺醺的道人，笑容谄媚，这位是我师叔秋山道人，赵青松便是他的弟子。秋山道人醉眼惺忪地打了个哈欠，赵青松？谁啊？道元子急慌慌地摇晃他，哎呦喂，我的师叔，
你可醒醒吧，现在不是糊涂的时候。赵青松啊，就是那个你200年前在伏牛山救下的放牛娃，如今的落霞宗宗主。秋山道人捂着脑袋想了半天，一脸恍然，哦，是他呀，他并非我的弟子。当年我经过伏牛山，只是随手教了他几日，临走时他颇为不舍，问我来历师承。我不想暴露身份被那凡间小子缠上，那日晚霞正好，我便随口编了个落霞宗。他一脸向往，问可否去宗门找我，我便说宗门没落，只剩我师徒2人，日后振兴宗门的重担便交在他的身上。秋山道人又惊又笑，怎么？那小子还当真建了个落霞宗出来？道元子笑容满面地看向众人，诸位也听见了，这赵青松受我师叔指点，由凡入道，也算是我五行宗的弟子。他通晓大义，舍身救下刘封建主，也算不负我五行宗的教导。天道莫测，100年前我师叔随口一指点，100年后他的弟子为刘封建主挡下一劫，一浊一饮。赵青松的命数原来是应在这里，可见我五行宗与贵宗的缘分早在100年前就定下了。赵青松资质平庸，本不堪入我五行宗门，念在他以微贱之身救刘封建主于危难，全了我宗与剑宗的情分。本宗主思虑再三，决定网开一面，特许他入门。他虽身死，名字可收入宗门弟子谱，也算全了他的心愿。他顿了读，绿豆小眼里闪着精明的光，诸位，落霞宗的建立不过是我师叔的一个玩笑，不是什么正经宗门，当不起贵宗答谢。赵青松既然是我门中弟子，那鸡尾白鹿2条灵脉自然该归我五行宗。至于他门内弟子吗？也罢，待此间事了，便破例让他们随我回五行宗吧。回应他的是一道凛冽的剑气，咔嚓一声，道元子头上发簪应声而碎，崩得4分5裂，剑气紧贴头皮而过，直接铲平他从脑门到道际的头发。一眼望去，仿佛菜畦里突兀出现的一条光秃秃的田垄，模样十分滑稽。道元子踉跄地后退几步，两股战战，牙关止不住地打颤。他毕竟是一宗宗主，虽然惊惧，不得不强撑体面，哆哆嗦嗦地指着我，大胆，我是赵青松的师兄，论理你应该叫我一声师伯。我眼皮都没抬，喝了一声，跳梁小丑，滚！道元子脸色又青又白，当着剑宗12峰主和万佛寺无量大师的面，若是被一个小辈吓破胆，他日后就别想抬起头来了。他颤巍巍挥动手中拂尘，刚要放几句狠话，一声琵琶争鸣，道元子玄色描金的华丽外裳猛地崩开，眨眼间布条褴褛，四散纷飞，几乎盖不住他一身肥腻腻的白肉。道元子惊叫一声，短手努力遮住上身，几声嗤笑传来。七无峰主不堪入目的闭紧双眼，二师妹柳眉倒竖，怀抱琵琶，一身红裳仿若一团烈火，再敢狂吠，老娘让你赤身裸体走出这顶剑阁。道元子猛地闭上嘴，一道灰色僧袍弹射而出，轻飘飘落在道元子肩头。他如同抓住救命稻草，手忙脚乱地披在身上。僧袍偏瘦，根本合不拢衣襟，但此刻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总比当众袒胸露乳的好。阿弥陀佛，二位施主息怒。无量大师开口了，他德高望重，心怀慈悲，处事公允，在九州大陆上口碑极好，就连师父也曾受过他的恩惠，时不时翻出来念叨。我答应坐在这里，也只是看在他的面子上。无量大师捻动手中佛珠，神情悲悯。100多年前，我有幸与赵老宗主在浮屠海有过一面之缘，印象颇深。当时恶蛟作乱望海城，
以致生灵涂炭。他游历到那里，心怀不忍，明知不敌，仍以筑基之身前往浮屠海，欲图七阶蛟龙，救百姓于水火。他是个有大善的人，心怀天下，舍生取义，汉不畏死。老衲活了1000余岁，似赵宗主这样的人寥寥无几。两图花本是赵宗主之物，此事毋庸置疑。回雪见主不问自取害他身死，理应受罚。只是此事确实别有隐情，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前不久，七宝玲珑塔突然重现西海之畔，唯有神剑剑主方能入内查看情况。贤双剑主也是修行之人，应当知晓七宝玲珑塔的重要性。自苍兰真人飞升上界后，九州大陆3000年未现接引之光，我等皆怀疑通天之路出了岔子，却苦于无从探查。如今苍兰真人本命法宝突然现世，必有缘由，或许接引之光的秘密就藏在其中。此事关乎九州所有修行者，连正邪两道都暂时放下怨仇。那个时候，我等皆已为你以陨身磨冤。沃兰剑主自错失宗主之位后，便离开山门，不知所终。回雪剑则尚未出世，当时唯一能进入玲珑宝塔的，便只有流风剑主谢长庚。可惜他当时为心魔所困，唯有两图花方能解救。谢长庚的安危直接关乎九州大陆所有修行者，若是赵宗主知道缘由，以他的性情，必然甘愿舍身让出两图花。老衲也惋惜赵宗主之死，只是事已至此，无力更改，只能尽力寻求弥补之法。我与剑宗诸位已经谈妥，待流风、回雪二位剑主从西海畔查看归来，再让他们去落霞宗请罪，可好？不好。若他们100年不归，我便要等上100年；若他们1000年不归，我难道要等上1000年？无量大师颔首，既如此，那这样如何？无论赵宗主当初为何创立落霞宗，他生前的心愿都是振兴门派，将谢二位施主深受赵宗主大恩，愿以剑主之身加入落霞宗，身兼两派。如此一来，剑宗与落霞宗亲如兄弟，九州各大宗门也会铭记赵宗主的大义之举，日后必会对落霞宗多加照拂。不出100年，落霞宗必然崛起为九州一大宗门，届时弟子如云，门庭煌煌，赵宗主泉下有知，亦可含笑。剑主可满意？不满意，落霞宗有我和师弟师妹，100年内崛起是定然之事，无需他人锦上添花。再者，我落霞宗门槛甚高，不收忘恩负义、欺师灭祖之徒，那就让二位剑主前往无极山扫荡妖魔20年，以示惩戒，够吗？不够。无量大师长叹一声，阿弥陀佛，剑主究竟如何才能甘休？一道饱含怒意的声音响起，大师不必问了，我知道大师姐想要什么，无非是恨我用了两图花，想要我给他师父抵命罢了。谢长庚豁然起身，手中流风剑出鞘，横在脖颈，眼中划过一丝伤心。我的命是师姐给的，我的剑术是师姐教的，大师姐想我死，我死便是，还望师姐不要再为难师尊。渭南剑宗，长庚，不可！一柄残剑急射而出，流风剑枪然落地。谢长庚不是做戏，尽管贤双及时打落流风剑，他的脖颈还是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，嫣红的血争相涌出，打湿他身上的剑宗紫衣。阁内众人乱作一团，急忙拿出丹药灵草为他止血。七无风主又急又怒，扶摇，你是心疯了不成？你与那赵青松相识不过数十载，竟忍心为了他要长庚的性命，你可知他因何心魔缠身？还不是因为你。那赵青松究竟给你灌了什么迷药，竟让你为了他，与自小教导你的父亲，一心仰慕你的师弟，曾经的师门好友，
与天下宗门同道为敌。他眼神凌厉如刀，幸而赵青松已死，否则如此祸乱你心神，挑动我剑宗内斗之人，我必千里杀之。豫章峰主摇着羽扇，神情困惑，我实在是不明白，大道修行，谁人不死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落霞宗主，何必如此大动干戈？扶摇，我们已经看在你的面子上退让至此，你再咄咄逼人，就不要怪我们翻脸无情了。谢长庚定定地站在原地，对周围的一切充耳不闻，只是倔强地看着我。大师姐不是要我死吗？为何阻拦？难不成是要亲自动手吗？我扫过眼前一张张脸，有人愤怒，有人纳闷，有人失望，有人嗤笑。父亲、师弟、姑姑，曾经的师门长辈，就连万佛寺的无量大师也在蹙眉摇头。所有人都觉得我在胡搅蛮缠，无理取闹。我呕得要命，胸腹间一团恶气，如怒火燎原，烧得我五脏六腑、心肝肺脏无一不疼。人人都信奉大道无情，人人都衡量利益得失，人人都默认弱者何该为强者牺牲。我倒想问上一句，凭什么？谢长庚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的命我不稀罕，我要的是一个公道。你是该死，却不能因为我要你死而死。你欠的不是我，是因为你而丧命的赵青松。你明明知道两图花来历不正，还是毫不犹豫服用，无非是觉得对方是个资质平庸、寿元无几的老头，比不上你这个流锋剑主重要。是，论修行天赋，100个赵青松也赶不上你谢长庚。可这不是你理直气壮想用别人血肉而毫无愧疚的理由。凭什么别人活该为你牺牲？就因为你是天才剑主，就因为你对九州更有用处。我告诉你，这世上不是只有强者的命才有价值。无量大师说的没错，师父若知晓你的处境，很可能会主动把两图花让给你。可他自己让是一回事，你们抢救是另一回事。没人活该为谁牺牲。你们，整个九州大陆，至少不该这么心安理得、理直气壮。你们问我要什么？我要罪魁伏诛，我要你们认错，我要这天下记住赵青松之名。顶剑阁内，众人一脸骇然，看疯子一样的看我。陆明昭怒斥，胡言乱语，不知所谓，弱肉强食，万千年来皆是如此，你还要挑战天道不成？我不闪不避，若天道不合我意，一剑挑翻又何妨？碧蓝峰主喃喃自语，疯了疯了。陆明昭气得面色发青，孽障，我看你是入了魔障了。今日我便替剑宗清理门户，免得你祸害苍生。地白剑嗡嗡作响之际，天空突然传来一阵桀桀怪笑。若非入了魔障，昔日嫉恶如仇的贤双剑主，又怎甘愿与邪魔为伍？陆宗主，你可知他身边人是谁？顶剑阁外，日光迅速敛去，漫天血云翻滚，黑色招魂幡随风鼓荡，无数怨魂狰狞咆哮，冲之欲出。无量大师面色一变，好重的邪气！血煞宗的老鬼不在大荒泽待着，怎么跑来了这里？血煞老祖是来找三师弟的。陆宗主，我与贵宗一居天南，一居地北，素无恩怨，何况七宝玲珑塔现世，我还有仰仗贵宗剑主之处，不欲生事。此番前来只为私事，还望贵宗不要插手。血煞老祖是化神修为的邪道三尊之一，凶名赫赫，曾搜罗10万冤魂炼制9杆招魂幡，性情睚眦，十分难缠。陆明昭不想惹上这尊魔头，他虽不惧，但剑宗弟子总要在外行走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因此只是面色沉怒，只要不伤我正道弟子，愚者自便。血煞老祖的声音又尖又细，多谢了。他转向三师弟，语气又哄，明渊，
你在外面玩很久了，是时候跟老祖回去了。当初烧我洞府、杀我徒儿的事，只要你乖乖回去，老祖就不追究了。往后大荒泽还是像以前一样，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可好？”在场九州各宗，人人诧异惊骇地看向三师弟。血煞老族狠辣无情的名声，从他早年杀父弑母、屠戮全族，以亲族之血炼制第一杆招魂幡时，就已声闻远播。奇了怪了，此人莫不是他亲儿子？这血煞老祖何以如此低声下气？呸！依血煞老祖六亲不认的狠毒，有了亲儿子，搞不好第一个拿他祭旗，哪里会养这么大？而且，你看两个人长得哪有半点相似？这倒是。姬人笑了笑，继续一头雾水地看热闹，并不知道，他们随口猜的，与真相相差不远。三师弟确实是血煞老祖养大的，只不过不是作为儿子，而是作为杀器。800年前，血煞老祖与阴隧道人争夺邪道飞升大能五毒散人的洞府，9杆招魂幡毁了3杆，自己还身受重伤，狼狈逃回大荒泽。伤好之后，他余恨未消，决定培养一个能攻击神魂识海的杀器，专门对付阴隧道人这样无形无骸的对手。他以无念骨为架，孽海莲为心，将3000佛陀血和万年菩提叶封于凤凰神木中，经500年日精月华，孕育出一个婴孩，便是三师弟。后来血煞老祖带着三师弟找阴隧道人报仇，三师弟吹动白骨哨，重创阴隧道人，却也被他的阴质魂兽所伤，本能所趋离开战场，寻了个安静的地方疗伤。没想到阴差阳错，躲过了血煞老祖的搜寻，成了自由之身。然而他乃灵气所化，神智混沌，并不懂得如何在世间生存。风餐露宿，雨打风吹，浑浑噩噩游荡在大荒泽，最终被一户花农收留。花农一家4口，生活在大荒泽边缘，生活清贫却快活。小女儿阿喜只有7、8岁，整日叽叽喳喳，正愁没有玩伴。见三师弟什么都不懂，连话都不会说，就学着从前父母教他的样子，拉着他学说话认字。阿喜告诉他，天上那个刺眼的圆球叫太阳，不太刺眼的叫月亮，亮亮的麻子点叫星星。他跟着阿喜懵懵懂懂，原来天上落下的水叫雨，落下的花叫雪，吹得人脸疼的是大荒泽永不停歇的风。原来除了腥臭的十方血池和咆哮沸腾的怨魂，世界也可以是安静平和、清香扑鼻的，有柔软的花瓣和热乎乎的小手。阿喜自己识得的字还不多，却总想在这个听得认真的学生前卖弄，于是搜肠刮肚地捧着书本到处缠着人问，捡根树枝在地上偷偷练会了，再假装轻松地交给他。阿喜对这个学生很满意，反正写错了，他也看不出来。三师弟跟着阿喜学会了说话、写字、种花，他觉得一切有意思极了。可是有一天，阿喜不见了，阿喜的家人也不见了。他循着暗自打在阿喜魂魄上的印记，一路找到血池，黑色的招魂幡在血海里翻腾，那是血煞老祖的徒弟在祭炼新的招魂幡。刚被吸进招魂幡里的生魂痛苦的尖笑，被禁制灼烧的左突右撞，残破不全。他自小听惯的哭号声，此刻不知怎么变得极为刺耳，痛得他不得不捂住耳朵，弯下身子。他眼睛忽然蒙上一层薄薄的水雾，他不知道这是什么。阿喜还莫教他，他诧异地抹了一把，指尖上的水渍晶莹剔透，好奇地舔了一口，涩得人心口发堵。他皱着脸甩掉水渍，目光追着那滴水珠，却看到黑色的怨魂里一朵白色的小花，一闪而逝。那是他打在阿喜灵魂上的印记。他萌萌地想，怎么会在那里呢？
血煞老祖坐在翻滚的血云上，目光阴切。三师弟依然是面瘫模样，扫了神情堪称和蔼的血煞老祖一眼，皱了皱鼻子，臭，滚！血煞老祖面色一青，戾气陡升，正要发作，山门口一个剑宗弟子倒飞出去，一阵银铃般的娇笑声从门外传来。好弟弟莫说错，的确臭得很。弟弟嫌老家伙臭，不如跟姐姐们走啊。我们合欢宗可是香得很，包管弟弟你满意。一群薄纱附体、身姿婀娜的美貌女子，怀抱乐器，赤足走进剑宗山门，个个雪肤花貌，笑语盈盈，仿佛一群误入此间的乐方歌姬。只是在场的人，没有一个敢小看他们，因为他们是西极岛合欢宗的弟子。他们的师父玉面罗刹，是当今邪道修为最高的大能，功力通玄，连血煞老祖都不敢轻易招惹。为首之人，足系金铃，风情摇曳，雪白的额间一点朱砂，怀中抱着一把碧玉琵琶。那女子扫也莫扫云端上的血煞老祖一眼，一双美目在三师弟的脸上滴溜溜转了一圈，抛了个勾魂的媚眼，才恋恋不舍地收回来。他面向顶剑阁，微微扶了扶身，声音好似带着把小钩子：“剑尊大人，远远奉师尊之命，捉拿100年前叛逃宗门的师妹，您不会阻拦吧？”师尊说了，您若阻拦，他只好亲自来找您。500年未现，他老人家想您想得紧，只是狼心似铁，您总躲着他。剑宗宗主五指一紧，神色冰冷：“你们合欢宗的事，与我何干？”圆圆转向二师妹，嘴角上扬，眼睛里却没有半丝笑意。霓裳师妹，100年未现，师尊他老人家想你了，叫我带你回去。你不会叫师姐我为难吧？同门一场，我可不像师妹你那样狠心，为一个臭男人，对同门说杀就杀。可怜婉婉师妹和修远师兄，本该与我们一道，饮酒作乐，肆意寻欢，如今尸骨都化成灰了，倒叫门中姐妹伤心。咦，师妹如今怎蘑菇身一人呢？那小铁匠呢？你为他残杀同门，背叛师尊，一路逃亡，他怎么不陪在你身边？哎呀，莫不是他还在怪你害他六族俱丧，家破人亡？二师妹抱着琵琶的五指一紧。二师妹刚入宗门的时候，经常坐在屋顶，手拎梨花白，对着月色大醉一场。她的事，我从那些颠三倒四的醉语里，也能拼个七七八八。她自幼长于合欢宗，被玉面罗刹收为亲传弟子，深得宠爱，被当作下一任宗主培养，前途本来一片光明。直到他接了一次任务，遇到神剑山庄的公子秦川。神剑山庄有一块祖传的南明里火矿石，刚好可以镶嵌在合欢宗主的七弦琴上，只是无论他开出多少灵石宝物，对方都不肯交换。合欢宗主失了耐性，索性派出门下弟子强取回来。其实那次任务本不该二师妹接，只是他被同门师兄缠得心烦，便抢了师姐的任务，找个借口离开西极岛。神剑山庄的人热爱打铁，经常闭门不出，师妹蹲守月余，才终于等到有人出门。那是一个年轻的男人，衣着朴素，眉眼坚毅。后来师妹才知道，他是神剑山庄的公子秦川。二师妹假装绊倒，摔在他篝火堆旁，想借机进入神剑山庄，过程却很不顺利。蓦人告诉过他，神剑山庄的火不是普通的凡火，他真的把胳膊烫伤了。好在顺利地进入了神剑山庄。二师妹养伤期间，只见过秦川一次，他向来引以为傲的美色，对他而言，还不如一块烧红的铁疙瘩。二师妹不信邪，赌上合欢宗亲传弟子的尊严，变着法儿地勾引他。
可惜一切努力如泥牛入海，别说打动他，连个影儿都莫在他心上留下。他亲自洗手做羹汤，给他送去，他头也未抬，就把他连同那碗绿豆汤晾在一边。他心里气急败坏，骂声连天，脸上却带着温良的笑，深情款款地看着他。秦川当他不存在，手上的铁锤一下下有节奏地抡在铁砧上，铿锵有力，火星四溅，汗水打湿衣衫，勾勒出形状美好的肌肉线条。他打铁时极专注，眉眼镇静，浓密的睫毛垂下，在古铜色的皮肤上打出两弯阴影，像蝴蝶的羽毛轻轻挠在心上。解暑的绿豆汤凉了，他的脸却有些烫。他想，或许小铁匠生性木讷，不喜欢柔弱贤良的女子，那他就换一种方式。后来他趁无人注意钻进秦川的被窝。大师姐，你知道吗？小铁匠的床板跟他的人一样，硬邦邦的，硌得人心里发慌。那夜，二师妹从月挂柳梢头等到月至中天，秦川都没有回来。他等啊等，等到迷迷糊糊睡住了。早上推开门时，才发现秦川在门口坐了一夜，身上披着曙光，肩头挂着白霜，冻得瑟瑟发抖。宁可这样，也不进房。二师妹这一生自负美貌，从未在男人身上受过挫败。然而那一刻，恼怒和委屈一起涌上心头。她忘记自己的任务，忘记自己合欢宗弟子的身份，咬牙切齿的抬腿狠狠踹了他一脚。不成想用力过猛，反而被他硬邦邦的肌肉弹到地上，把自己摔了个跟头。他再也憋不住委屈和难堪，哇的一声哭出来，只觉得神剑山庄和自己处处犯冲。他哭得伤心，坐在地上边哭边蹬腿，鼻涕眼泪呼了一脸，模样丑极了。他自暴自弃地想，没有什么用，再精心的装扮，他也不看他一眼。没想到他头一遭，手足无措起来。你哭什么？你不是合欢宗的妖女吗？怎么这么容易哭啊？二师妹愣住，原来秦川早就知道，冰壳被凿开一条缝，就离彻底破碎不远了。后面的事情水到渠成，二师妹顺利拿到南明里火矿石带回合欢宗。合欢宗主芳心大悦，把那把象征继任宗主身份的白玉琵琶赏赐给他。他本该高兴的，只是拨弄琵琶时，心思总忍不住飘远，时常会想起呆头呆脑的小铁匠。二师妹的异样太过明显，很快被自己的师妹察觉。他们年纪相仿，师妹一直嫉妒她更得宠爱，于是将始末告诉了合欢宗主。合欢宗主表面不动声色，暗地里却派弟子屠戮了整个神剑山庄。他说，合欢宗的未来宗主不该动情。合欢宗主手段雷霆，青旗山的神剑山庄灰飞烟灭，唯独秦川活了下来，这是合欢宗主特意吩咐的。他说情之一字，古怪得很。世间万事万物皆以死为终结，可情字恰恰相反，他以死为生，以生为死。最相爱时，对方若死了，那他就会藏进自己的骨血里，像寄生的藤蔓，扎根在每一寸血肉中，谁都拔不掉。还是活着好，活着才有变数，有了变数，爱才会扭曲变形。毕竟再浓烈的爱意也熬不过时间无垠，抵不过世事无常。他说对了，秦川恨上了二师妹，恨上了合欢宗，然而最恨的还是直接屠戮秦家满门的那2个合欢宗弟子。他拎着铁锤去报仇，可他一生只懂打铁，与武学一途并不精通，不但没有报仇成功，还被爱慕二师妹的合欢宗弟子斩断左臂。后来二师妹每次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都会狠狠灌上一口酒，被辛辣的酒水激出眼泪。她说，大师姐，我从没有见过像那天那样大的雨，
小铁匠的断臂被秀月师兄踩在脚下。大师姐，你说那道剑光怎么就那么快呢？快到我来不及阻止，噌的一下，我就眨了一下眼睛，他的胳膊就掉下来了。小铁匠的脸比死人还白，可他说他还会回来。他说只要4只里还有1只尚在，他就算爬也会爬回来报仇。那天在场的师兄师姐都在笑，只有我知道他是认真的。他平日不爱说话，可说过的话每一句都会做到。我比谁都清楚小铁匠不是那些人的对手，他每次前来报仇，最后受伤的只会是自己。我阻止不了他，所以我替他杀了那些人。我知道他不会因此就原谅我，我只是无法眼睁睁看着他受伤，那滋味真的比我死还难受。二师妹背叛了师尊，叛逃了宗门，一路逃亡，好几次险些丧命。伤好之后，她去找过小铁匠，只不过藏在暗处，没敢现身。她在青旗山里建了一座小屋，每日叮叮当当的打铁。她要重建神剑山庄，为此她需要打造出一件旷世神兵，重新打响名号。然而她的左臂已断，要铸造神兵难如登天。二师妹藏在树林里，默默观察了她很久。她打废了许多铁，一日比一日沉默，一日比一日消瘦。她想，不就是一件神兵吗？没关系，我来打。她想要的，我帮她做到。二师妹斜睨一眼圆圆，轻蔑的一笑，老娘忙着打神兵，没空搭理你，从哪儿来滚哪去。圆圆勃然大怒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一阵浓烈的腥风铺天盖地袭来，剑宗上空的天被血云遮蔽了大半。血煞老祖看在合欢宗主的面子上，已忍耐许久，眼见二人还在啰嗦，再也按捺不住，手一挥，4杆招魂幡朝着小师弟急射而出，分据东西南北4个方位，试图将他困进锁魂阵中。血云压顶，黑帆鼓荡，怨魂尖啸。小师弟面色沉静，吹动手中白骨哨，高亢尖利的哨声直冲9天，生生压下4杆魂幡数万怨魂的咆哮。在场众人识海一阵激荡，不由面露惊骇，赶紧催动法器护住周身。有修为低下的弟子连吭都莫吭一声，直接晕过去，被同门手忙脚乱地抬下去。二师妹这边也聊崩了，圆圆面色沉怒，率合欢宗弟子布下12天魔法阵，一时间彩绣翻飞，香风阵阵，乐声激昂中杀气腾腾。二师妹冷笑一声，撩开裙摆盘膝而坐，素手拨弦，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，气势奔腾，宛若金戈铁马，一对12，阵势丝毫不输。九州正道这边已经有了前车之鉴，在乐声刚起时，便结成法阵，护住各自宗门的弟子，凝神观望邪道2宗的实力，神情骇异。无量大师念了声佛号，忧心忡忡，数百年未现，邪道的年轻1倍，实力竟如此了得。我正道之中，怕是只有流风剑主、米云宗的池不归，以及青红仙子等寥寥数人可与之抗衡了。魔长道消，200年后正邪宗门大比，实在令人担忧。只盼回雪剑主在那之前，能速速成长起来。江离紧了紧握剑的手，壮志踌躇。大师放心，我既然得回雪剑认主，必全力以赴，不堕我九州正道之威。我提起残剑弦霜，剑宗众人警惕地将江离护在身后，如临大敌。我嗤笑一声，向门外走去。血煞老祖化神修为，小师弟与他修为差距过大，虽然此时看上去游刃有余，不过是占着天生擅长攻击神魂，以及对方并不想真正伤他的优势。二师妹那边也不容乐观，虽然看上去势均力敌，
但他数十年来专注为秦川炼制神兵，于修行一道多有荒废，在远远等人的攻势下，也坚持不了多久。我得去帮他们。刚迈一步，有人拉住我的衣袖，扶摇：“你去哪里？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，那是他们血煞宗与合欢宗的事。你去掺和什么？”是夕颜，碧蓝峰峰主的亲传弟子，也是我曾经的宗门好友。他们是我的师弟师妹。陆明昭眼中满是怒火：“混账！他们算你哪门子的师弟师妹？不过是些邪道余孽。你真正的师弟师妹在我身后，在剑宗。”我挺直脊背，毫不退缩。何谓正？何谓邪？谁来判定？我师弟灵物所化，师妹长居西极，手上未曾沾过一条无辜者的性命，怎么就是邪了？在你们眼里，江离是师夺宝，是形势所迫，情非得已。我师弟师妹只因为出身邪道，就是罪恶滔天，杀之后快。这是哪门子的道理？这是哪门子的正邪？分明是门户之线，立我者正，逆我者邪，黑白尽由你们分说。孽障！我扶开夕颜的手，在众目睽睽下跨过门槛，踏上台阶。七无峰主苦口婆心扶摇：“你可想好了？先前种种还算是我们剑宗内部的家务事，双修大典也好，宗门石碑也罢，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可你若执迷不悟，当着九州同道的面去到那两个邪道余孽身边，就是站在剑宗和整个九州正道的对立面。来日相见，我们就是正邪不两立的仇敌，同门操戈，生死相搏，往昔情谊尽付流水。你确定不后悔？”我摇摇头，我只知道，今日我若袖手，日后定然后悔。你执迷不悟。我沿着台阶往下走，行至一半，背后传来谢长庚气恼的声音：“大师姐，你可知你这一去，就彻底没有回头路了。今日之前，你是贤双剑主，别人敬你尊你；今日之后，你便是自甘堕落，受万人唾骂嘲笑。届时整个九州正道再也容不下你，你从前的功劳名声、威望成就，将被一并抹杀。这些，你都无所谓吗？”我没有说话。大师姐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血煞老祖与合欢宗主都是凶名赫赫的邪道大能，你碍了他们的事，定会遭到不死不休的追杀。那些人可不会像我们一样，对你手下留情。他看向场中已落入下风的二师妹和三师弟，声音冷酷：“就算你的师弟师妹像你说的那样，没有做过恶，可他们今日暴露身份，也是命中有此一劫，怪不得旁人。”我盯着他，笑了：“谢长庚，你懂个屁！”谢长庚因为失血而发白的脸，瞬间铁青。如果不是为师父报仇，二师妹和三师弟也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。他们隐遁100年，种花打铁不问世事，就是想远离纷争。明知道陪我来剑宗，就有暴露身份的风险，可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来了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谢长庚面皮绷得紧紧的，眼睛一瞬不瞬地看着我。我看着不远处陷入鏖战的师弟师妹，傲然一笑，因为我们都是落霞宗的人，是赵青松的弟子，此番出山，就是要为他讨个公道，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。他喃喃自语：“疯了，一个个都疯了，为一个死了的赵青松，赔上名声，赌上性命，拼却一身修为，与整个九州为敌，值得吗？”我挑了挑眉，听上去是不值得，可我乐意。血云之上，血煞老祖正因为困住三师弟而桀桀怪笑。我脚踏残剑，大袖一展，万剑听令给我起。剑池之中，无边剑气冲天而起，
在场众人的佩剑开始剧烈颤动，随后脱离剑鞘，冲入半空。先是第一柄剑，然后是第二柄、第三柄、第100柄、第无数柄，密密麻麻的飞剑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头顶。除了剑宗宗主与12峰峰主，以及与流风剑心意相通的谢长庚外，所有人的佩剑无一例外受召而来，包括回雪剑。江离眼睁睁看着回雪剑挣脱他的手，飞入我掌中，顿时焦躁起来。大师姐，神剑认主，你自己的弦霜断了，难道要抢我的回雪不成？我弹了弹回雪剑细窄的剑身，昂首一笑，回雪剑之主，很了不起吗？难道没人跟你提过，我才是3000年来回雪剑第一位认可的主人吗？只不过我没瞧上他，而是选了弦霜罢了。否则，有你江离什么事？回雪剑一阵细细的嗡鸣，仿佛带着委屈。江离不可置信地睁大眼睛，脸色骤然苍白。我双指并拢，以指尖穴位眉，回雪剑未服，借助漫天飞剑，摆成9转天罡剑阵。去！飞剑遮天蔽日，直冲血煞老祖而去。无感招魂幡，齐齐折断，从半空坠落。10万怨魂瞬间牺牲，凛冽的罡风瞬间撕裂翻滚的血云。合欢宗诸女被铺天盖地的剑气罡风在身上割出无数细小的伤口，嫣红的血在雪白的肌肤上绽开，犹如血映红梅。人群里有人倒吸一口冷气，这就是剑主的实力吗？是弦霜剑主的实力？没看到回雪剑主连自己的剑都护不住吗？没想到剑主之间的实力差别这么大。别忘了，这可还是弦霜剑断了的情况下。江离咬住下唇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眼神里飞快闪过一丝怨毒。所有人惊骇敬佩之际，我忍了又忍，还是没忍住，猛地弯腰喷出一口鲜血。飞剑失去控制，从半空中坠落，叮当声不绝于耳。用秘术强行提升至化神境，果然不长久。2师妹和3师弟一左一右靠过来，将我护住。他们2个的情形也不比我好多少。3师弟脸色白得像个水鬼，2师妹发髻歪歪扭扭，胸前血迹斑斑。血煞老祖从方才的疯狂逃窜中缓过来，气得须发张狂，恨不能将我生吞活剥。圆圆眼珠转了转，娇滴滴笑道：“老祖，这弦霜剑主有些古怪在身上，咱们联手如何？”结，甚好，老祖，我要将他挫骨扬灰。抽出3魂7魄炼成镇魂幡。3师弟盯着杀气腾腾的血煞老祖，面色冷然：“我走，你们安。”哼，想得美，你走了，宗门里的花谁来照看？2师妹狠狠抹了一把嘴角的血，明眸透出一股子狠劲：“还是我来吧，我的伤势我料解，今日怕是走不成了。可老娘也不是好惹的，死也得拉几个垫背。小师弟，待会儿我自报原因，把他们组上一组，你带大师姐先走。”他回头看我，眼中漾起薄薄的水光，像月下独酌19入愁肠的模样。大师姐，我可能见不着小铁匠了，我还没有打出神兵，他大概还是不愿献我。你日后若献了他，便跟他说我死了，必要说得惨一点。臭男人，心肠比铁还硬，说不见就不见，我都要死了，总得让他的心疼一下，不然我不甘心。我没好气，你最好别死，不然我献了他，就说你在外头背着他，左拥右抱，美男环伺，不知有多风流快活。早忘了他姓甚名谁，让他气得一辈子不见你。我从衣服上撕扯下一块布条，把弦霜残剑缠在手上，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压下丹田气海传来的痛楚。你大师姐我还没死呢，哪轮得到你们2个？怕吗？2师妹扬起唇角，
即使狼狈不堪，依然眉眼战战，艳色惊人。老娘这辈子哭过莫怕过。三师弟什么也没有说，默默横起白骨哨。顶剑阁前，九州正道众人中忽然传来一声暴喝：孽障！为一个狗屁落霞宗，你当真不要命了？我没有回头，一条命罢了，死便死了。在血煞老祖桀桀怪笑俯冲而下，合欢宗众女步步逼近那一瞬，我将手中残剑狠狠刺向脚下白玉砖，给我破！弦霜是神剑，即使断了，也非一般的剑能比。剑尖所及，白玉砖瞬间皲裂，蛛网般的细缝向四面八方蔓延开来，整个剑宗的地面都开始晃动。众人面露惊骇，连血煞老祖等人都顿住，警惕地环视四周。一声低沉的咆哮传来，苍茫浑厚，仿佛来自亘古洪荒。不好，鸿蒙要跑出来了！剑宗地底有凶兽。宗史记载，创派祖师太乙真人游历东极大荒时，路遇洪荒凶兽之一的鸿蒙未获人间，于是割其脚，束其足，封印于宗门之下。阵眼就在顶剑阁前。曾经我也跟门中许多人一样，以为这不过是个传说，直到我得到弦霜剑认主。弦霜剑是太乙真人的佩剑，当年真人就是用它封印了鸿蒙。我能感受到阵眼的所在。鸿蒙是上古凶兽，虽然被创派祖师割掉头上的角，又封印了数万年，不复当年巅峰，依然不容小觑。地白剑率先出鞘，其他宗门大能也纷纷出手镇压。血煞老祖等人也顾不上我们，拿出护身法器，严阵以待。我带着师弟师妹趁乱跑路，不怕死是一回事，可能活谁愿意去死？要死也该是仇人先死。闭眼酸泥兽并未走远，而是趴在溪畔打盹。我们骑着它一路远离剑宗，准备寻个清静的疗伤。如今正邪两道都被我们得罪光了。九州大陆在南寻到容身之处，除了一个地方，魔渊。魔渊的黑雾已经扩散到周围的树林中，花草枯萎，树叶凋零，林子里死一般的寂静，半声虫鸣都没有。我皱了皱眉，恐怕跟我上次没有完全封印有关。说来可笑，当年我只身入魔渊，本就存着必死之心，因为要彻底封印，需要剑主剖心取血。我不擅长煽情的道别，特地瞒下此事，只笑着说去就回。没想到竟招来父亲忌惮。在我封印刚成，尚未来得及剖心之时，半城剑使偷袭，重伤后坠入魔渊。如今弦霜已断，我在非剑主，与耀眼光芒一起消失的，还有一直压在我肩头的拯救苍生的重任。魔渊黑雾肆意蔓延，九州正道却无一人前来查看。不知是对我的封印太有信心，还是这100年生活太过安逸，放松了警惕。不论如何，既然他们总喜欢把九州安危、天下大义挂在嘴边，那剩下的事便由他们自己操心去吧。反正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剑主，还是2位，就看他们谁肯为天下大义做出牺牲了。我们在距离魔渊不远的地方安顿下来，各自疗伤。三师弟无念骨所化，吸收日精月华便可疗伤，加上血煞老祖未下杀招，伤势好得最快。我的伤虽然重，可体内有2图花，好转只是时间问题。伤得最重的是二师妹，她在12天魔法阵中伤到了识海，修为连跌3境。最直接的一个表现是寿元缩短，衰老加剧。二师妹假装不在意地捋了捋鬓角灰白的头发，也没石磨。反正小铁匠也不肯陷我，留在他心里的还是老娘最美的样子。我看着他颤抖的手指，嗯了一声。三师弟出去寻找修复识海的灵物，转悠一圈空手而归，不过倒是带回几个消息。一是
我被剑宗逐出山门，革除剑主之名，凶兽鸿蒙被再次镇压，只是剑宗山门被毁了大半。二是我们的刘影符传遍九州，被正邪两道所有宗门通缉，剑尊与合欢宗主亲自下令，死伤勿论。三是江离和谢长庚已启程去西海之畔，探秘七宝玲珑塔。听闻送行时，各大宗门争相送宝，整个九州欢欣鼓舞。二师妹又吐出一口血，三师弟熟练的割腕，取了一盏血递给他。他从骨到身都是灵物，血液中蕴含灵气。然而只这点是不够的，二师妹的状况越来越差，原本乌压压的头发灰白了大半，眼见着寿元无多，必须尽快找到能修复识海的天才地宝。我转头望向魔气四溢的魔渊口，决定去魔渊深处碰碰运气。大师姐，你去魔渊做什么？寻龙。混沌初开的洪荒时期，九州大陆是有龙的，后来不知从哪天起，龙就消失了。可是我在魔渊深处听到过龙吟，很难形容那是怎样一种声音，苍茫浑厚，像从洪荒旷野吹来的风，瞬间将人扯回到那个灵宝遍地、凶兽横行、大能辈出的时代。我此前从未听过那样的声音，可只那一次我就知道，那就是龙，传说中绝迹九州的上古神兽，有它身上哪怕半块鳞片，师妹都有救了。我循着记忆中的方位，向魔渊深处走了很久，四周一片荒芜的死寂，半丝声响都没有。越往深处走，黑雾就越浓稠，森凉的寒意笼罩全身，体内真气运转已经开始滞涩。我咬紧牙关继续向前走，直到魔气丝丝缕缕缠绕丹田。我腿一软，拄着残剑单膝跪地。忽然一道清亮的声音从前方传来，语气诧异：咦，弦双剑。这一声宛若头顶炸了个响雷，震得我心砰砰直跳。魔渊深处怎么可能有人在？几乎同一时间，手中残剑闪电般冲向声音的来处，转瞬没入无边的黑暗之中。我猝不及防，汗毛竖起，这还是弦双认主以来第一次脱离我的掌控。下一秒，一点金色光芒自黑暗中亮起，光芒越来越盛，眼前黑雾如活物般争先恐后的退散，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具巨大的龙骨，它就是光芒的来源，也是它在对我说话。骨头是不会说话的，说话的是附在龙骨上的一抹神识。他说他叫浩君，别人都喊他太一真人。我瞥了眼弦双残剑，他正亲昵地绕着龙骨转来转去，由不得我不信，损坏了人家的东西，总要道声歉。我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，抱歉，弦双剑在晚辈手上折断了。断？太一真人轻嗤一声，谁告诉你弦双剑断了？你可曾见过断剑有魂？眼前龙骨忽然光芒大盛，几声细微的咔嚓声传来，残剑绽开数道裂纹。不过片刻，一把秀气的短剑浮于半空，剑身细窄，刃光雪亮，周身散发着凛冽的霜寒之气。这才是弦双剑本来的样子。当年我嫌它不够威风，特意去东极寻了极海含金泥，把它与须弥庚金融在一起。只可惜须弥庚金的品质到底还是差上一截，反倒拖累了弦双剑自身之力。好在真人我实力超群，剑稍微差些，也不妨碍我发挥。我缓缓握住眼前寒光四射的弦双剑，却仍找不回从前与剑魂心意相通的感觉。魏石魔，太一真人啧了一声，似笑非笑，你是真不明白吗？弦双剑魂与你心意相通，如果不是你心情激荡，大起大落，它也不会轻易断成两截。陆扶摇，折的从来都不是弦双剑，而是你的剑心。你不如好好问问自己，剑心因何而折？
我心神一震，蓦然想起当日封印魔渊时，我的剑还是完好的，直到父亲扮作剑使将我推下深渊。我在黑暗中醒来，摸到手边断成2截的剑，触感冰凉，寒意彻骨。原来那是我碎裂的剑心。我握紧弦霜，诚心求教我该如何修补剑心。太乙真人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问了我一个问题：你可知我当初为何创立剑宗？我蹙眉，是为了天下苍生。他嗤笑一声：天下苍生，关我何事？我创立剑宗，起因是一只烧鹅。当年我辛辛苦苦从孤舍仙子那里偷来一只烧鹅，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，就碰上幽冥老祖和菩提真人2个不长眼的斗法，不知被谁给我踩坏了。我一怒之下冲上去把2个人揍了一毒，没想到他们打不过我就完赖，仗着门下弟子众多，一直跟在我屁股后面纠缠，烦不胜烦。我一看，他们居然仗着人多势众欺负人，便也寻了个山头建了个门派，让我的徒弟、徒子、徒孙都去跟他们纠缠，看谁先熬不住，护住烧鹅，便是我的道。那你呢？陆扶摇，你的剑为何而挥？我五指一紧，我为何挥剑？曾经，我的剑为父亲而挥，为天下苍生而挥，下场是堕入魔渊，剑心摧折。后来，我坐在落霞山的梨花树下，日复一日地看月落日升，云聚云散，看不清前路的方向。我这一生所有的荣耀与光环都来自剑，因剑而生，为剑而亡，剑就是我存在的意义。可它断了，断得干净彻底，毫无征兆。我茫然无措的如同一个刚刚入世的孩童，举目四顾，彷徨无依。我不畏死，可我怕不知道为何而活。满心惶惑的时候，有个邋遢的老头在我身边蹲下，毫无形象地啃着烧鸡，鸡骨头随手乱丢，有一根直接砸在我的膝盖上。老头动作一毒，偷偷去眼，见我正怒目而视，不由干干的一笑，心虚地用手去擦，然后我刚洗的衣服上就多了几道油印子。我把他摁在地上揍了一毒，起身的时候忽然觉得神清气爽，畅快淋漓。老头松开抱头的手，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，骂骂咧咧地赶走试图趁火打劫的青驴，顶着鼻青脸肿，抱着剩下的烧鸡大快朵颐，连鸡屁股都没放过。他打了个饱嗝，满意地拍拍肚子，随手揪了根草梗剔牙：大徒弟，人这一辈子哪有那么多大事要做？人生在世，不过是9个字：吃得饱，穿得暖，睡得着。当然，要是隔几日还能吃上一顿鸡鸭，那日子美的哟，给个神仙也不换。他丢掉手里的草，变戏法似的从袖子里摸出一包云片糕，兴致勃勃，尝尝。后来我扛着锄头，把附近的荒地都啃了一遍，种上松菜、茄子、豆角、辣椒，想吃什么种什么。春耕，夏耘，秋收，冬藏。我看着它们从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，抽出嫩芽，长出绿叶，结出果实，再下到锅里，盛入盘中，最后进到我和老头的肚子里。我沉浸其中，松土浇水，除草施肥，忘了去寻找意义，也没空惦念天下苍生。事实上，没了我这个闲霜剑主，天下苍生依旧活得好好的。后来，我多了个白天抡锤打铁，晚上对月流泪的精分师妹。后来，又来了个煞气缠身却一心种花，10天半月不发一言的小师弟。老头的饭桌，从2个人变成3个人，最后变成4个人。太乙真人问：我的道是什么？这一刻，我手中闲霜剑剑气凭空暴涨，心似前所未有的清明。我的道，
就是守护梨花树下那张小饭桌，不受八方风雨的侵袭。我们在魔渊待了100年，二师妹的伤在炼化一节龙骨之后彻底痊愈，修为更上一层。三师弟也得到太乙真人的指点，化解了一身煞气。魔渊的黑雾在这100年里不断扩张，不动声色地蚕食着周围的一切，已经占据了数倍于从前的地盘。离开那日，太一真人将整具龙骨送给我，这是您的尸骨。这怎么好意思？他嗤笑，你不会以为我的真身是这条龙吧？这是我在此界时的坐骑。后来他修为不够，没能同我一同飞升，作化于此。见我柯尘得连个储物袋都没有，索性送了我一枚须弥戒。须弥藏芥子，芥子纳须弥。这小小一枚须弥戒，内里空间可纳山填海，不知超过多少储物袋。更珍贵的是，里面有这条龙积攒万年的法宝灵植，其中许多东西在如今的九州早已绝迹。这些算什么？可惜上界的东西无法带下来。罢了，来日你正得大道，我在上界等你。哎，你可要快些，我那几个徒儿一个比一个性情死板，无趣的紧，还是跟你们几个相处有意思。时隔100年，重回落霞宗，老头的坟掩埋在一片荒草之中，旁边还多了一个小土堆。白云观的邱道长已经谢世，世上记得他的人又少了一个。听邱道长的弟子说，青驴在被托付到白云观后不久，就于某个梨花飘雪的清晨无疾而终。真奇怪啊，前一天夜里还精神抖擞，叫了一宿，第二日清早去喂食，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了，身上完好无损，就是头使劲朝着你们落霞宗的方向。我师父说，这是想家了，就自作主张的把他埋到你师父身旁。多谢了，青驴陪了老头一辈子，反过来，何尝不是老头也陪了他一辈子呢？老头死了，他大约也很寂寞吧。对修行者而言，100年不算长，却也足够九州大陆发生不少事。其中最瞩目的一件，当数谢长庚与江离探秘七宝玲珑塔，不但意外获得仙人传承，实力大增，还不负众望，成功重启断绝千年的通天路，成为九州的大功臣。可惜，这种欢腾喜悦的氛围在前几天戛然而止，因为终于有人发现，魔渊的黑雾扩张了，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向着九州腹地而来。离魔渊最近的灵犀派已经被翻腾的黑雾吞噬了一半，黑雾所过之处，灵草枯萎，灵兽死亡，到处生机寂寂。各大宗门纷纷向剑宗求救，毕竟上一次魔渊被封印，便是剑宗的人出手。江离与谢长庚风头正盛，当下义不容辞地前去封印，不料铩羽而归，不得不耗时数日，拔除体内被浸染的魔气。这下几乎整个九州都陷入恐慌，各大宗门焦头烂额之际，我正以龙骨镇山重建宗门。落霞山本是个灵气稀薄的山头，有了上古龙骨，顿时灵气充溢，变成一方洞天福地。有了灵气，一切都好办了。须弥芥子空间中的宝物应有尽有，三师弟扛着锄头，漫山遍野种下灵花灵草，二师妹捧着珍稀炼器材料，一头扎进自己的打铁作坊。我自己则在山门前专注地铺台阶，不多不少，1000阶，正好比剑宗多一阶。最后一块台阶铺好的时候，落霞山上空忽地一暗，桀桀怪笑声响起，浓烈的血腥气弥散开来，一道阴恻恻的声音在头顶上空响起，交出鸣冤。老祖，我让你死得痛快些。我站起身，将新铺好的台阶踩实，拍了拍手上的尘土，看都莫看来人一眼，径直转身向宗门内走。血煞老祖威风一试，
大概这辈子莫这魔被人无视过，顿时气得浑身发抖，连地面的影子都在晃动。他催动血云直冲过来，嘴里恨声喝道：无知小辈，胆敢辱我至此，速来受死！黑帆鼓荡，风旗烈烈，血煞老祖雷霆一怒，声势惊人。我神色自若地沿着石阶向上走，连头都懒得回。忽然一声惊叫，血煞老祖如千斤坠一样，重重地从空中摔下来，100年前仅剩的4杆招魂幡也随之落地，像4块黑色抹布般躺在尘土里。血煞老祖神色惊恐：你这是？我转过身，似笑非笑，100年未现，还以为老祖已经飞升上界，原来还没有突破化神魔，可惜了。区区化神境，在我落霞宗的地盘还飞不得。血煞老祖难以置信地睁大眼睛：莫非你已经突破化神，进入炼虚？我既没回答，也没否认。他虚晃一枪，掉头想跑。我冷笑一声：跑什么？既然来了，就留下吧。不是要献我3师弟吗？心念一动，崭新的弦双剑瞬间出现在我手中。第一剑，为着你将我3师弟从小当狗养；第二剑，为着你间接害死他好朋友阿喜一家；第三剑，为着你残害无辜，以10万生魂炼制招魂幡；第四剑，寒光四射间，血煞老祖惨叫连连，四肢尽被弦双剑卸下，他浑身是血，又痛又怒。第四剑为何？我收剑入鞘，蹙了蹙眉，这第四剑就为着你瞅到我了，却没有自知之明。气得七窍生烟的血煞老祖，最终被3师弟拖走去沤了花肥，连散落的胳膊和腿都一并捡走。据说须弥芥子空间里有一株5叶魔兰，以人血肉为养分。3师弟原本遗憾没机会种来试试，如今有了现成的肥料，连续几天嘴角都翘着。血煞老祖一去不返的事，很快在九州传开。时隔100年，落霞宗这个名字再次传到九州各大宗门耳中。5叶魔兰破土的那天，无量大师登门了。他感受着四周充沛的灵气，脸上露出震惊之色。如此灵气，便是九州公认灵气最浓郁的狼环秘境，比之贵宗都远远不如。有此灵气，落霞宗兴盛之势已定。我笑了笑，并莫接话。无量大师是来做说客的，他希望我能出手镇压魔渊。如今魔渊黑雾蔓延，整个九州都陷入危难。刘峰、回雪2位剑主半路折戟，各大宗门人人自危，还望剑主不计前嫌，慨然出手，整个九州正道都会铭记剑主恩泽。我挑了挑眉，他们既然如此畏惧黑雾，我倒有一个2全其美的办法，既让我高兴，又让他们免于黑雾困扰。无量大师面露欣喜：剑主请讲。我微微一笑，只要各大宗门的宗主加入落霞宗做弟子，我保证他们日后不会受到黑雾侵扰。无量大师额头冒汗：剑主说笑了。我盯着他额头的汗珠，笑了。大师错了，我早就不是什么剑主，我是落霞宗的大师姐。无量大师脚步沉重地离开了。没过几日，合欢宗主的香车銮驾上门了。二师妹有些忐忑地缩在我身后，她并不想跟曾经的师尊对上。合欢宗主是邪道修为最高的大能，几百年前便到了炼虚境。他本可以御空飞行彰显实力，却将銮驾稳稳地停在宗门前。万系金铃，云髻高挽，雪肤花貌，这位传闻中手段狠辣的邪道大能，是个看不出年纪、风情万种的大美人。他打量我片刻，忽地嫣然一笑：若牡丹出战，圆圆还不跪下。声音并不怎么严厉，反而透着一股特别的韵律，每一声都拨在人的心弦上。圆圆一惊，神色还错愕着，
双膝已经不由自主地软下去。我挑了挑眉，合欢宗主轻声慢语，闭口不提二师妹杀徒叛宗之事。圆圆，你师妹离宗多年，我甚是想念。当初瞧着你稳重，便让你把她请回来。师徒两个叙叙旧，谁让你大动干戈，在外面打着我的名号耀武扬威，还差点误伤落霞宗的道友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指使你去跟落霞宗结仇呢。你是听不懂请字是什么意思么？既听不懂话，这双耳朵也不必要了。圆圆脸上血色尽退，恨恨地看了二师妹一眼，咬住下唇，抬手间一道寒光，一声闷哼后，一只小巧的耳朵啪叽落在地上，玉白耳垂上的明月当还在微微摇晃。圆圆不顾半边脸上的鲜血淋漓，俯首磕头，圆圆知错，望师尊见谅，望师妹见谅。合欢宗主眼风未扫，手腕一翻，掌心里多出一方造型古朴的铜镜，小徒不知分寸，险些伤了我与落霞宗的和气，还连累扶摇道友流亡百年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听闻道友正重建宗门，我便为道友送上一方贺礼。此镜乃七世轮回镜，是我早年在丰都鬼城的秘境中所得，虽是邪宗魔器，却也是难得一现的先天灵宝，用来磨砺心性，淬炼神魂，再好不过。道友替我除了血煞那个讨人厌的东西，如今他那大荒泽也成了我合欢宗的地盘，只是那地方现下糟乱不堪，待我把一切收拾妥当，再请扶摇道友去西极岛做客。合欢宗主来的时候浩浩荡荡，杀气腾腾，走的时候客客气气，温言细语，直接惊掉九州正道各宗的下巴。尤其当合欢宗主公然嘲笑剑宗有眼无珠，居然为一个尚未长成的回血剑主，而将如今真正的九州第一人逐出山门时，不少人的心思活络起来，不断有人开始提及我当年仅凭一人一剑，就成功镇压魔渊100年的事迹。相较而言，如今谢长庚和江离同赴魔渊，二人合力却铩羽而归，还险些被魔气反噬，不由得不让人心里犯嘀咕，该不会刘峰、回雪两位剑主加起来，也抵不过一个闲霜剑主吧？外界纷纷扰扰，不影响我和师弟师妹潜心建设宗门。师妹的炼气水准在成堆的珍奇材料堆砌下突飞猛进，虽然成品模样依然不好看，但品质与功用几乎可以达到上品法器的水准。一番商量，宗门令牌炼制的任务就交到二师妹和三师弟手上，一人负责图样，一人负责落实。宗门令牌炼制成功那日，剑宗的七无峰主到访。七无峰主是偷偷来的，他动之以情，回忆起昔日我还在剑宗时的时光，眼神怅惘，语气留恋。他说，剑宗内部最近士气低落，谢长庚与江离折戟而归，外界对剑宗正道魁首的实力颇有质疑，弟子们个个垂头丧气，无心练剑。12峰主里面有8位都希望我回山，门内弟子也对我翘首以盼。你父亲那边，你不必担心，我会亲自为你说情。我挑挑眉，谁说我要回归宗门？七无峰主一怔，如今闲霜剑已经复原，你是闲霜剑主，自然要回归宗门。何况现在魔渊黑雾蔓延，正是需要你出手的时候，届时外界必然不敢再质疑剑宗的实力。我懒懒一笑，峰主忘记了，100年前我就已经被剑宗除名，罪名是自甘堕落，与邪魔为伍。如今我依然执迷不悟，贵宗怎么不继续坚持了？就不怕我这等邪魔娱了剑宗的清明？七无峰主神色有些难堪，扶摇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。黑雾蔓延，事关天下苍生，你可知就在我们说话之时，那黑雾或许又扩散了数里。我笑了笑，峰主说的没错，
可这天下也并非我一人的天下，为何屡次三番要我一人牺牲？剑宗口口声声要我回去，你们要的究竟是我，还是一个能替剑宗挽尊的工具？戚无风主豁然起身，语气有些恼：你这孩子怎么这般说话？我们要的自然是你。我神色平静地看着他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便问一问，在我被正邪两道追杀，下落不明的100年间，泱泱剑宗12峰主3000弟子，可有一人曾出于担心而去寻我？但凡有一个人，我跟你回去又何妨？戚无风主表情一滞，满腔怒意顿时哑了火。戚无风主走后不久，剑宗有了新的动静，据说谢长庚与江离要再次动身前往魔渊。这一次，他们打算用从仙人传承中学到的双人剑阵，配合流风、回雪2柄神剑，合力封印魔渊。九州众人欢欣鼓舞，像100年前目送他们去西海之畔那样，满怀希望。可惜这一次，他们还是失败了，因为千钧一发之际，江离撤剑了，剑阵溃散，谢长庚当场重伤，若不是体内有2图花，只怕早已身死道消。而江离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虽然身上没有受伤，可身为剑主的他，却拔不出回血剑了。这下魔渊的黑雾，剑宗彻底没了办法。最先来到落霞宗山门前的，是旭阳宗宗主。旭阳宗是几个大宗门里距黑雾最近的，因此最为焦虑。后来浮云宗、太清门、东皇派、启云阁等宗门的宗主也都来了，跟旭阳宗宗主敷衍的一拱手，焦躁不安地聚到落霞宗的山门前。山门一开，所有人老老实实地走完1000个玉阶，进到门内。一进门，先被扑面而来的浓郁灵气所震惊，差点忘记来意，这落霞山竟是这样一块绝佳的修炼地吗？我当年踏遍九州，怎么竟没发现呢？哎呀，那不是千年子之草吗？千年子之草有什么稀奇？你看这可是已经绝迹的9曲灵参啊！中间那棵小树，周身银纹，不会是传说中的养魂木吧？我轻咳一声，这些人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，想起来此的目的。几位宗主个个义愤填膺，面色懊悔，说从前听信剑宗的一面之词，误会了我。时至今日，真相大白，才知道江离是为了自身前途，不惜是师叛宗的罪大恶极之辈。从前我就觉着那朵2图花来的蹊跷，当时回雪剑主年纪轻轻，修为也不算高，从哪里得来这样的灵宝？没想到竟是他丧心病狂，杀师夺宝。呸！连回雪剑都拔不出来，还叫什么回雪剑主？他们为老头的遭遇扼腕叹息，个个跑来套近乎。一个说自己姓赵，与老头祖上同源；一个说老头小时候生活的伏牛山，归他宗门管辖，与老头有冥冥之中的缘分。还有一个说自己在灵兽院里也养着一头驴，虽然是只6阶妖兽，但好歹也是驴模驴样，勉强可以说跟老头有共同的爱好。他们一会儿恭维老头，一会儿怒骂江离，还要踩上剑宗一脚，大家有目共睹。自从贤双剑主离开之后，剑宗已经没落了。说到底，偌大的剑宗靠的还是贤双剑主你呀。是呀是呀，想当初贤双剑主为了剑宗舍生忘死做了多少事，才有他如今的声望地位。不成想竟然因为贤双剑断，便卸磨杀驴，如此薄情寡义，实在让人齿冷。我以手之疑，似笑非笑。眼前这些满腔义愤争着为我讨要公道的人，恰恰是100年前骂我离经叛道、自甘堕落的那帮人。事还是那些事，人还是那些人，风评却天翻地覆。唯一的区别只在于，我变犟了，比所有人都强。从前我以为，世道如剑道，人心如剑心，是非曲直，黑白对错，
明明白白，一目了然。只要做好自己的事，便能得到公正的评价。后来才明白，评价无所谓公正，有的只是立场。只要你足够强大，哪怕恶事做尽，也有的是人争着为你歌功颂德，立碑作传，颠倒是非，指鹿为马。并非所有的言语都出自本心，人心诡谲，狡诈多变，殊为叵测。别人的目光落在你身上，表面看的是你，心里想的是自己。所以他们怎么说，且随他们去。我只听自己的声音，行事不问对错，但求无愧于心。鸡大宗门的人还在滔滔不绝，突然有人噤声，沉默像瘟疫一样传遍整个人群。我抬起头，看到了地白剑在日光下幽蓝的剑芒。我的父亲紫衣玉带，踏剑腾空，一脸沉怒地伏在落霞宗上空，一如既往，站得比所有人都高。他在皑皑白云上，衣冠齐整，威严赫赫。我在青青麦苗间，卷着裤脚，不修边幅。天上地下遥遥一望，目光仿佛跋涉过万水千山，趟行过时光的浩浩汤汤，中间隔了无数解不开的恩怨，扯不断的情仇。他是来逼我去镇压魔渊的。我自小教你将天下苍生放在心上，如今你修为大长，明明有能力封印魔渊，却推三阻四，反复衡量。我生你养你，便是要你做个冷血凉薄、自私自利、丢尽宗门颜面之人吗？父亲为何自己不去？他目眦欲裂，怒发冲冠，唯有上古神剑才能封印魔渊。我若为剑主，何须用你？未能成为剑主，是他一辈子的心病。从前我小心翼翼，在他面前甚至不敢以剑主自居。如今我想明白了，事实就是事实，不是你逃避，它就不存在的。凭什么别人觉得刺眼，我就得收敛自己的光芒？看不惯就闭上眼。剑尊大人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在命令我？是剑宗宗主，还是我的父亲？若是宗主身份，我已经与剑宗一刀两断。宗主诏令虽能号令3000弟子，却与我无关。若是以父亲的身份，那就更可笑了。200年前我堕入魔渊，四肢俱断，剑心摧折，丹田破裂，识海干涸。此种情形，常人死的不能再死。我说是割肉剔骨，还于父母，不为过吧？我如今的命是两图花给的，如今的家是赵青松给的，与你有何干系？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？孽障！你去是不去？不去！一道幽蓝剑光自云端狠狠劈下，田垄中绿油油的青苗霎时被摧折，田垄间现出一道深深的沟壑，泥土带着凌厉的剑气四散飞溅。各大宗门的宗主不得不架起护身法宝，几乎是几个呼吸间，2师妹、3师弟便赶到菜畦，与我并肩而立，神色如临大敌。大师姐，发生何事了？我弯腰扶起脚边一株歪倒的青苗，冷冷一笑，有人闯宗。第2道幽蓝剑光再次劈下，一道银白剑光闪电般当头迎上，两剑相撞的刹那，刺眼的剑芒轰然炸开，逼得所有人不得不闭上眼睛。寂静的黑暗中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剑尊一声闷哼，嘴角渗血，从半空跌下来。与他一起跌到地面的，是断成2半的地白剑，跟了他800余年的本命剑。黑雾的蔓延速度在加快，已经逼近9大宗门之一的旭阳宗，下一个便是启云阁、太清门、东皇派。9大宗门谁都逃不了。我关闭宗门，将前来求救的各宗宗主拒之门外。傍晚时分，旭阳宗的宗主一拍脑门，我知道了。很快，9大宗门齐上剑宗，联手逼迫剑尊交出江离的消息便传开来。9宗宗主再次回来的时候，落霞宗宗门大场，
江离是被面色苍白的谢长庚亲自押来的，剑尊没有来。听说他自从回到宗门后，便不吃不喝不理会任何人，整日泡在剑池之中寻找神剑，口中喃喃自语：我没有败，是剑不够好。谢长庚盯着我，眼中有恨：大师姐，如今师尊和剑宗都被你毁了，你开心了？我不闪不避：谢长庚，别总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，毁掉他们的不是我，是你和江离不争气。谢长庚瞳孔一缩，雪白的面孔上浮起一层清气。江离瘦了一大圈，面色憔悴，手里却依然紧紧攥着那把他再也无法拔出的回血剑，仿佛他依然还是万众瞩目的回血剑主。他望着落霞宗巍峨气派的宗门，脸上闪过一丝不甘心。然而在众人的逼迫下，他只能垂下头，踏上玉阶，准备进入宗门接受审判。一道凌厉的剑气扫在他的脚下，砂石飞剑，入地3尺。谢长庚拧紧眉头，这是何意？我收剑入鞘，一声冷哼：是师判宗之人，也配站着走进我落霞宗？你……江离豁然抬头，眼神里写满屈辱怨恨。血阳宗宗主最是着急，哪里忍得了这般磨磨蹭蹭，3两步上前扣住手和脖颈，将他压跪在地上。你若不自己跪上去，老夫不介意亲自压你上去。哼，是师判宗之辈，这时候倒要起脸来了。江离双眸含泪，死死咬住下唇，一缕嫣红的鲜血顺着雪白的下巴流下来，看着可怜得很。只是在场之人都不是那个傻乎乎捧出一颗真心的老头，没有人会因为他的眼泪和鲜血而动容。可惜，那个世上唯一不考虑利益纠葛、真心待他的人，却被他亲手害死。只能说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江离在众目睽睽下跪着走完我亲手铺的1000玉阶，双膝血肉模糊，面色苍白如雪，只是手仍死死攥着回血剑，指节清白。我手握弦霜，垂眸问他：江离，你可知错？他猛地抬起头，眼神怨毒，声音嘶哑：错？我何错之有？如果你们不隐藏实力，早点降落霞宗建成现在这样，我何须判出宗门做什么剑宗弟子？师父的死，我江离的错占1分，你们便要占9分？我不服！上苍待我不公，亲生父亲为了活命，烹子喂食。假惺惺说什么不忍心自己动手，将我交给邻人，只求到10分他一碗肉汤。哼！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，连生我养我的父母都靠不住，剩下的情爱恩义，也统统都是狗屁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拼了命的想变强，好不容易入了宗门，却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破落户，没有名气，没有资源，甚至连一本上好的功法都没有。九宗大比我准备了那抹酒，却被人一剑挑翻，沦为满堂笑柄。是，赵青松待我是不错，可他的无能本身便是一种错。他错在以平庸之姿妄图做我江离的师父，他错在一味地劝我放慢脚步，试图阻拦我变强，他错在我去拿2图花时睁开眼，他错在明知不敌还要伸手阻拦。那日但凡你们3个有一个在场，这都不会发生，一切都是天意。我有什么错？他神色癫狂，眼睛亮得惊人，我一团恶气堵在胸口，5脏6腑如烈火燎原，直欲将天捅个对穿。手中弦霜剑气纵横，直接洞穿他2侧肩胛骨。江离惨叫一声，委顿在地，半晌没了动静。许久，他躺在地上咯咯笑起来，唇齿满是鲜血。后来我好不容易凭着自己的本事进入顶尖的宗门，得到神剑认主，成为人人艳羡的回血剑主，还如愿嫁给仰慕之人，真好啊！那是我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候。
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觉得我离幸福很近了。可是，老天连这点幸福都吝啬给我。我为谢长庚偷来2图花，为他判出宗门，为他背上弑师的罪名，他却嫌我声名狼藉，手段狠辣而瞧不起我，满心满眼都是你这个光芒万丈的大师姐。哈哈哈哈哈！笑话，真是笑话。如果能够光明磊落地得到一切，谁愿意阴暗狠辣，背负骂名？谢长庚，我问你，你既然嫌我不够磊落，又何必吃下那朵来路不正的2图花，守着你的光明磊落，清清白白的去死，岂不更好？哼，什么名门子弟，流封建主，也不过是个满口仁义的伪君子。谢长庚面色铁青，捂住胸口咳出一口血。江离咬牙切齿，神色狰狞。从那时候起我就死了心，什么情爱恩义，全都靠不住，能靠的只有自己，只有自己手里的剑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人会背叛我，剑也会。呵，如今连回雪剑也弃我于不顾，天道待我江离何其不公！陆扶摇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恨你？若天道待我有待你一半的眷顾，今日站在这千层玉阶之上的，还不定是谁呢？我输了，不是输给你，是输给偏心眼的老天。他一通不管不顾的发泄，畅快的大笑2声，闭目等死。我望着他冥顽不灵的模样，只觉胸中怒火没有半分减弱，反倒越烧越旺，胸膛剧烈起伏几息。我突然冷笑一声，收剑入鞘。呸！执迷不悟，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天下剑修千千万，有几人如你一样得神剑认主，便只这一样，你就没有资格说天道待你不公。你知道你为何拔不出回雪剑吗？不是剑背叛了你，而是你背叛了剑，因为你根本不明白剑主2字意味着什么。江离睁开眼，狠狠瞪着我，你胡说！我何时背叛过回雪剑？我嗤笑一声，剑之一道，一往无前，为正也好，为邪也罢，凭借的是一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。所谓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回雪剑上任剑主素玄真人与魔主幽离生死相斗，同归于尽。陨身之前大笑3声，直呼痛快。气血剑主走火入魔，身堕魔道，以8000生魂祭剑，遭9州正道围剿，濒死之际也不曾献气血剑离弃他。正也好，邪也罢，剑魂不会判断是非，只在乎一往无前的勇气。你与谢长庚一同镇压魔渊，关键时刻却向后退了一步，这一步便如鸿沟天堑，让你再登不得剑主之列。神剑剑主，可死不可退。你伤了剑魂尊严，不再得他认可，自然再也拔不出回雪剑。你天赋极高，气运也不差，倘若安心修炼，未必不能证得大道。只可惜贪心不足蛇吞象，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居然还在怨天尤人，糊涂至极，可笑可笑。江离，我告诉你，你有今日，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。你以为得到神剑认可便能一劳永逸？你以为仅凭天赋就能长成一方大能？大错特错！你口口声声要变强，却寻捷径抢资源，遇到弱者以势压人，遇到强者视若半乖。为了达成自身目的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却唯独不敢闯生死境，实打实的淬炼自身，一心求安。如何变强？如此行径，怎为剑主？江离，你的道心早就散了，可笑你玄懵懂无知，做着剑主的白日大梦。江离尖叫出声，住口住口！你给我住口！我是回雪剑主，一辈子都是。我轻蔑地扫了他一眼，可笑至极。今天我便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剑主。我张开双手，
场中见其声嗡鸣，回雪剑挣脱江离的钳制，流风剑从谢长庚手中窜出，两把神剑，一左一右落入我的手中。怎么可能？谢长庚盯着空空如也的双手，一脸震惊。他与江离不同，与剑魂已经磨合数百年，这世上除了他，不可能有第二个人能使用流风剑。江离神色惊正，不顾汩汩流血的伤口，挣扎起身。我从前虽然从他手中夺过一次剑，可那是剑本身未入鞘的情况下。他不信我能拔出回雪剑，更何况我的手里还有谢长庚的流风剑。历来神剑只能任一位剑主，这意味着只有剑主才能拔剑出鞘。正如谢长庚拔不出我的弦双剑，从前的我也无法拔出流风剑。可现在不同了，我当着江离的面，神色平静地拔出他死命也拔不出的回雪剑，又让他眼睁睁看着我拔出对谢长庚认主的流风剑。他失魂落魄地摇头，不可能，一个人只能得一把神剑认主，你已经是弦双剑主，不可能再拔出回雪剑和流风剑，你一定用了什么秘术。我傲然一笑，神色轻蔑，没有什么秘术，只是我够强。所谓神剑剑主有两种，一种是不够强，得等到某一柄神剑认可，才能被世人尊一声剑主；第二种是本身够强，哪怕一柄凡铁到了他手里，也是神剑。我是后者，可你连前者都够不上，有什么资格跟我比？江离如遭雷击，震惊、嫉妒、屈辱、怨恨交错闪现在他脸上，他再也没有支撑身体的力气，猛地喷出一口鲜血。我举起手中的回雪剑，微微一笑，江离，你曾对我说，弱就是原罪，今天这话，我原封不动返还给你。我没有直接杀死江离，对他那种人，死反倒是重训道般的解脱。我要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，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死亡。我废掉他的丹田识海，封印了他全部的修为，将他重新送回人间。如今她就是个身体孱弱的美貌女子，人间依然战乱纷纷，生灵涂炭。我把她送到瘟疫横行、恶殍遍野的那处，她环视四周，满脸的不服和倔强化作乌有，周身开始发颤。一个人最初经历的恐惧，会深深烙在心底，哪怕后天再强大，也难以彻底克服。江离的恐惧，是幼年的自己被麻绳绑住手脚，被人群贪婪地高举着，丢到滚水沸腾的锅里。江离穿着华丽的剑宗紫衣，雪肤花貌，站在这片被战火、瘟疫和杀戮蹂躏过的土地上，脚下的地面宛如一块巨大的八赖脸，充斥着一个又一个小坑。他盯着那一个个小坑，抖得宛如筛糠。那是饿到极致的人们挖草根留下的痕迹，或坍塌或倾颓的房屋废墟里慢慢走出人来，一个个衣衫褴褛，瘦得连肋骨都一条条露在外面，每个人都脸颊凹陷，瘦得几乎看不出性别，只留下一个勉强的人形。那些人看着他，眼神如坟地里的鬼火一样，一点点亮起。江离嘴唇都在哆嗦，他哭叫着跑向我隐身前的方向。大师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怎魔法我都行，哪怕杀了我呢，就是不要留我在这里。风吹过这片千疮百孔的土地，静静的，他的哭叫回荡在风里，被带去更远的地方。更多枯瘦的人从废墟里冒出来，眼神悠悠的，木然的脸上露出一丝贪婪。我脚踏弦双剑，冷冷地瞧着，一群人行尸般围上去，撕扯他的衣服，把他的头发塞进嘴里。他又哭又叫，又踢又蹬，滚开！我是回雪剑主，我要把你们都杀了！没有人回应他，第一个人先张开了嘴，一口咬在他雪白的肩头，像咬住一只水蜜桃，汁液四溅，
鲜血淋漓。江离惨叫一声，空气中浮动的血腥味刺激了其他人的味蕾，他们太饿了，连衣服都顾不得剥了，隔着衣服狠狠咬下。多吃点，多吃一口，才能多活一天，说不定哪一天就熬到光明到来了呢。得多吃点。江离痛得五官抽搐，那些人趴在他的身上，像寄生的蝗虫，怎么甩都甩脱不掉。他嘶声哭号，眼泪直流，由怒骂转为哀求，泪珠很快被人舔去。在这样贫瘠的地方，连水都是珍贵无比的。他引以为傲的美貌，他修行的卓绝天赋，他曾经拥有的身家地位，这些人毫不在意。他们瞧着他，只有最原始的欲望，火烧火燎的饥饿，而他是一只如此鲜嫩的羔羊。我垂眸看着他白骨森森的四肢，他的胸膛还在起伏，只是没有了哀求的力气。他脸颊两侧的肉已经消失不见，有些角度可以看见他雪白的牙齿。他的眼神漫无焦点，嘴唇微微翕动，风声呜咽。我听见他气若游丝，师傅，救救我！可是已经没有人骑着青驴路过，急慌慌地冲上去，用一袋小米把他救下了。他好像忘了，那个老头已经被他亲手杀了。我没有亲自出手镇压魔渊，而是从太乙真人的须弥戒中取出一丸丹药，助谢长庚恢复伤势。他眼睫颤了颤，似乎要开口道谢。我赶紧打断，我告诉他，镇压魔渊需要以身献祭，而他伤重的情况下，无法成功镇压蔓延的黑雾。若不是你吃了我师父的两荼花，你这条命早该没了。如今为天下大义牺牲己身，也算还回来。他看了我许久，眼神复杂，似乎有很多话要说，最终出口的只有一句话。他问，以大师姐目前的修为，可否在不陨身的情况下镇压魔渊？我挑了挑眉，可以，可需要耗损一半修为。他又问，如果今日能以身镇渊的是那位明渊，大师姐会作何选择？我毫不犹豫，若是明渊或霓裳，莫说一半修为，便是以身相待又何妨？他虽然性情孤僻，至少不会在我危难之际决绝地转身离开。谢长庚脸色巨变。其实当日我坠入魔渊，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不是父亲，而是谢长庚。急速坠落的风景中，耳边有风声呼啸，流风剑的剑影一闪而过，蓝色的剑穗还是当年第一次下山时我亲自为他选的。那么多年，他佩戴着它，整日跟在我的身后，想不眼熟都难。旁人都说他为我心魔缠身，这话我信。他与父亲不一样，一颗心尚未完全冷酷。我还记得第一次相见是在林里，那时他还是外门弟子，与师兄弟一起出门夜猎。他背着众人将一只雪耳兔幼兽藏进草丛深处，洁净的袍角沾上青青草渍，眉如远山，眼神柔软。只可惜世事经年，过去的再也回不去了。谢长庚沉默了许久，转身离开。跨过门槛时，脚步踉跄了一下。落霞宗选弟子，报名者如云。如今剑宗没落，已是大势所趋。剑尊疯了，流风剑主以身镇渊，回雪剑主不提也罢。曾经心仪剑宗的弟子们纷纷转向落霞宗。二师妹兴冲冲跑来问我，弟子服定什么颜色？我想起已经老死的青驴，心头涌上一股怅然。落霞山间还缺一抹青，便用青色吧。新入门的弟子身姿挺拔，模样稚嫩，见我扛着锄头经过，纷纷喊我师父。我摇头纠正，你们虽然是我招入门的，却不是我的弟子。我代师收徒，算是你们的大师姐。我们的师父虽然早逝，但他的名字你们要记牢了，他叫赵青松。
他是咱们落霞宗的创派祖师，没有他，就没有我们落霞宗的今日。众弟子神色肃然，谢大师姐教诲，吾等谨记于心。我放下锄头，眺望远方，山岚青黛，梨花树灿然如雪，正是好时节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